极寒末世，一块煤炭售价几个亿，邻居们却纷纷抢着要，一根火腿肠当做彩礼，人渣抢着卖女儿，只为多活一天。父母以一块压缩饼干的价格将我卖给了变态老男人，他不烧煤，专收活人，用蜡封在罐中，制成人形暖炉，供上层人取暖作乐。重回到末世前，母亲问我要钱养弟妹时，我却依旧欣然转账过去。原来早在重生的第一时间，我就雇人偷偷在父母家装上了监控。监控里，弟弟抱着母亲大腿撒娇：“妈，我昨天看上一双球鞋，就等大姐的钱到账了。”妹妹一把推开他：“上次大姐的钱给你换了手机，这次该轮到我了。”行了行了，你大姐打回来的钱，哪次没给你们花？你是姐姐，让弟弟怎么了？母亲立刻打圆场，好一个母慈子孝！如果他们不是在算计我的钱的话，每次要钱，父母都打着 AA 名义，看病 AA， 家电换新 AA， 房贷车贷 AA， 上辈子我就活在这巨大的 AA 谎言里，给全家当牛做马。弟弟妹妹不出一分，我转给父母的钱全被花在他们身上。看到这，我冷笑，牙关紧咬，直到唇间泛起血腥味，但还是拿出手机转账。叮，报付宝到账2万元整，收款提示音一响，四人瞬间安静。2万，那死丫头发财了！父亲坐不住了，赶紧问，真发财了，钱必须送回来。我看着渣爹的嘴脸，几欲作呕，但贪婪点好，现在越贪，将来越痛。片刻后，母亲来电：“你发财了，换工作了？”“哪能啊，就跟着领导买了几只股票，3万变15万。”我叹气：“可惜了，攒得少，不然多投点，听说还能涨，现在买还来得及。”全是假话，但高回报率不信他们不动心。挂电话后，屏幕里江家4口愣了整整5分钟。3万变15万，那30万岂不变成150万？江大同催妻子：“赶紧把存款转过去，让那死丫头投。”江真真附和：“我和小弟那2万先不投了，也投进去。”江斌补一句：“我还有几万零花钱，一起转。”刘素犹豫：“万一他是骗咱们的？”江大同恶狠狠道：“他敢骗我，老子扒了他的皮！别墨迹了！”监控后的我差点笑出声。半小时后，报付宝到账110万，我刚掏出去的2万回来了，但这还不够。我的目光落在江真真脖颈间的金项链上，前世我拼死逃出变态魔窟，浑身是伤，却见他众星捧月，衣着光鲜。后来才知，他靠项链里的别墅空间囤积物资，他腐蚀濒死的我，得意低语：“还记得这个项链吗？里面有个巨大空间，要不是我爸妈可怜你，你骨头渣都化灰了，你不过是个没人要的野种。”我僵在原地，怪不得家人扔我如其垃圾，怪不得末世后他们毫无损耗，还连婴儿肥都没掉。既然重生属于我的，必须拿回。当天下午，我坐动车回家，站在门口，啪啪拍门，江大同骂骂咧咧：“谁啊？大中午赶着投胎！”刘素开门，一家4口瞬间愣住，我装作没看见他们眼中的不自在，径直进屋，扫一眼满桌大鱼大肉，故意问：“妈，不是说昨天刚手术，这就出院了，还吃这么荤？”刘素磕巴：“小手术，早点出院省点钱。”江斌缩角落，不怕我，但怕我手里的钱打水漂。这时，江真真目光粘在我脖子上：“姐，这项链什么时候买的？”我将特意准备的高仿 A 货塞回衣领：“朋友送的，不值钱。”朋友？他震惊：“那你送我呗。小时候你洗坏妈衣服，还是我替你挨骂，你不会舍不得吧？”他有东西要惯了，语气理所当然。上辈子我傻，被道德绑架，如今末世将至，道德算什么？我干脆拒绝。对江真真这种人，越得不到越想要。刘素不耐烦：“小黎，当姐姐的怎么能这么小气？一条项链而已。”我翻了个白眼儿，江大同一摔筷子，怒道：“就一个项链而已，老子养你这么大，花那么多钱，养出个白眼狼！”我装作被吓到，眼眶通红，不情愿却顺从地摘下项链，倔强对江真真说：“用你的金项链来换。”他撇嘴，本想白嫖，但20多万的项链，换条破金链也不亏。拿到金项链，我立刻起身：“妈，身体不严重，我先回去了。”离开后，我直奔酒店，确认无摄像头，拉紧窗帘，才拿出项链。细链缀着一把小金钥匙，花纹1年久磨损，我扎破手指，血珠滴落吊坠，瞬间被吸收。就在我觉得头晕腿软的时候，项链消失了，脑中浮现一个半米见方的箱子，我眼角抽搐。上辈子江真真挥手收万物，怎么到我这就成个小破箱？好在空间时间静止，物资保鲜，还能用黄金升级，足够保命。弄清规则，我火速退房，直奔市场。奶茶、冰淇淋、烤肉、火锅是。我来了，我凌晨才回到江氏出租屋，到家就列清单，准备囤货。看一眼日期，我心沉了沉，末日还有2天。清晨5点，我打车到最大农贸市场，老板娘热情迎上：“小姑娘买啥？”“家里开商超，先批点米面调料。”她拍手：“来对了，我家品质最好，不少超市都从我这进货。”我跟着老板娘开始挑货，大米2000斤，面粉1000斤，杂粮各100斤，酱油、蚝油、料酒、食用油等调料备齐，黄豆酱、剁椒酱、韩式辣酱各10箱，水果罐头、午餐肉、红烧肉罐头各30箱，素食50箱，
自热米饭和火锅共100箱，火腿肠20箱，饮料20箱，纯牛奶10箱，酸奶50箱，最后1000斤盐，800斤方糖。糖在末世堪比黄金，我可没忘记自己那个吞金子的空间，但手里资金有限，那么多物资买下来还远远不够，更别提买金子了。我只能心痛地挪开目光。结账时，我的心狠狠一抽，25万。我强笑：大姐，我家商场规模不小，这次是试货，以后长期合作，能打折吗？老板娘沉吟后答应，抹零还送了我5箱罐头。我感激道：只要货好，以后全从你这儿进。她爽快应下，问送货地址，我发了库房位置，又悄悄拉她到角落。姐，听说政策要变，米面粮油马上涨价，你留点货能多赚。她瞪眼：真的？绝对真，1个月后你就知道。他信了，又多送我2箱饮料。他若囤货，末世或能活命。从农贸市场出来，我抓紧时间打车去了。昨天在网上看好的库房，现在空间还装不下那么多物资，买的东西只能先暂存在这里。库房位置偏，附近没有住宅区，全是厂子。我租的小库房不显眼，库房面积大概1000平。我检查了一遍，很满意地付了房租。库房最短3个月起租，这个钱也得掏。房东笑着闲聊：小姑娘，年纪轻轻，怎么租这么大个库房啊？我早想好理由，家里想开个商超，我爸又想锻炼我，就把库房和进货的事交给我了。我也是想着这边房租便宜。付完款后，我查了下卡上余额，还剩90万左右。出来工作3年，存款不到5万，一发工资就被家里以各种理由要走。不过没关系，吞了我的，迟早会连本带利吐出来。我没打算顾库管，末世马上来，到时候库管一家缺衣少食，自然会想起库房里的物资。我宁愿累点，也选择自己忙活。从库房出来，我又打车奔向超市，在车上我看着清单，心里定了几分。这时手机响起，接通后对面质问：江离，你已经有2天没来公司了，不想干了？我脸上没变化，还有2天就末世了。不过为了顺利拿到工资，我软了口气，带着几分悲痛道：老板，我妈昨天突然离世了，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把请假这事儿给忘了。对面男人哽了一瞬，干巴巴道：那这次就算你失假，你节哀。我哽咽2声：老板，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但就因为你好，我更不能耽误你。我现在这个状态暂时肯定是没办法上班了，我还是辞职吧。男人想了3秒就应了下来，挂了电话还没10分钟，工资就到账了。不仅没克扣，还多发了1个月慰问金。司机看着我一会哭一会笑，油门都多踩了几分。平时半小时的路，生生20分钟就到了。我正准备往超市冲，一阵鸡蛋灌饼香味飘到鼻尖，我深吸一口气，眼神坚定。5分钟后，我出现在小摊前，眼巴巴盯着属于我的那个鸡蛋灌饼。加蛋加培根，不要香菜，微辣谢谢。拿到手我就咬了一口，香的我几乎都要吞掉舌头。上一世运气好还能吃到几口压缩饼干，运气不好的话，我也不是没有吃过土。我吃了半个，没忍住又打包了20个，还问摊饼阿姨买了半桶酱。随后我提着2大包东西，在众人震惊的目光里走进公共厕所。一进小隔间，我四处张望了下，把所有东西都塞进空间。不过为了避开路人视线，我在厕所待了整整1个小时。这1个小时里，我下载了市面上几乎所有的贷款 App， 挨个申请，存款不够，贷款来凑，忙活了整整2个小时，最后20多家，一共贷出了91万。从厕所出来那一刻，我挺胸抬头，走路带风。现在我可是有180万存款的人。从厕所出来已经是下午1点过，太阳打在我身上，我一路挑阴凉走，还是热得不行。走进超市，冷风迎面，我才缓过来些。我没直接去挑货，超市东西多，我怕耽误时间，就找工作人员说我要的东西多，能不能给我个清单让我勾。没一会儿，经理推推眼镜，把清单拿来，我戴着墨镜，低头照着清单勾。姨妈巾先要100箱，各种型号都要。上一世我受够了来姨妈，却没有姨妈巾，一次性内裤也要，挑单独包装的，拿了500件。压缩饼干、肉脯、风干肉、巧克力、能量棒，能补充能量的都按箱囤，每种20箱，薯片、果干、坚果每样10箱，瓜子、辣条这些也个10箱，啤酒100箱，白酒挑最便宜的也要100箱。我不打算自己喝，留着末世交换物资。我又看到卡磁炉，直接要了10套，气罐要了50箱，烧烤架2套，木炭20箱。清单最后还有床上用品，我挑了几种花色，一共50套，枕头20对，被子和毯子从薄到厚每种10床，忙活1个半小时。我检查完没遗漏就刷卡，一共花了15万左右。我走后，员工小声道：经理，这是什么人啊？我还第一次见跑咱们这儿来进货的。经理摆摆手道：你管人家那么多干嘛？好了，别议论这些了，赶紧装货，按这个地址送过去。离开超市，我吸取刚才只能躲进公共厕所的教训。我一直觉得租车麻烦，但想避开外人目光，没有车不行。我打开地图，从库房离开，就近找了家租车行。我没打算租太好的车，有那钱不如多买物资。最后我没理销售的介绍，直接租了一台50红光面包车，空间大，便宜。付完钱签了合同，我开车拐去酒厂。酒是重中之重，极寒时灌2口能缓过来，危急时还能做燃烧瓶，高度酒也能给伤口消毒。超市买的酒不够，而且太贵，酒厂按斤卖的粮食，酒量大便宜。我买了500斤，混在大客户里不显眼，一共7500元。因为量少，本来不送货，我好说歹说又偷偷塞了红包，对方才安排送货。等酒送到仓库，超市的货也送来了，粮油批发店的货要第2天才能送。我看着仓库里的货，心里定了定，接下来我跑个大银行，
我了解过，金店有溢价，银行金条更便宜。我准备在4大行各买2根，每根100G，金店金价620左右，银行581克。但在银行花时间，排队填资料乱七八糟，几个小时就过去了。这几个小时我也没浪费，我在外卖 APP 上疯狂点。今天是末世来临前的倒数第2天，每分每秒都值得珍惜。从炒菜到麻辣烫冒菜，从寿司刺身到烤鱼小龙虾，奶茶果汁冰咖啡也点，甜品也不放过，水果蛋糕千层泡芙都来点。最后银行工作人员把金条送到我面前时，我看着外卖软件还有些意犹未尽，不过问题不大，明天还可以点1天。从银行出来，我揣着到手的金条哪里都没去，直接开车回家。8根金条花了46万多，我的存款缩水到119万。要不是我申请了各种贷款，根本撑不住这么买。路上虽然安全，但我不想冒一点点风险。半路路过网吧时，我却停下了车。上辈子我没活多久，但也看到了国家的努力，政府调物资，军队守在第一线。我也曾接过一个士兵递来的饼干，也因为那块饼干，我才多坚持了一段时间。从江真真嘴里听到了真相，所以就算后天末世要来，我还是想给国家提个醒。各大省市的市长热线在网上能查到。这几年，国家也看重群众声音，建议和投诉基本当天就能处理。我摸了摸脸上的口罩，迅速敲击键盘，很快写好一封言简意赅的警告信，发到了各个省分市长的邮箱。从网吧出来后，我直奔家里，我能做的都做了。至于收信的人信不信，与我无关，至少问心无愧。刚到家，我顾不上喘气，先把家里所有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确保没人能看到家里，然后把花大价钱买的8根金条掏出来，我左右手各攥着1根金条，在心里默念着吸收。几秒后，我看着空无一物的双手，嘴角忍不住翘了翘，立刻闭上眼去看空间变化。原来长宽高半米多的箱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长宽1米半、高2米的小木屋。说是木屋都抬举它，更像大1号的木箱，但我不在意，只要空间变大，能装更多物资就行。睁开眼后，我抓紧时间又把剩下的金条握在手里，我双手各握了2根，手掌不大，这已经是极限。剩下的2根，一根顶在头上，一根夹在2腿之间。我在心里不停默念吸收。几秒的功夫，所有金条就被吸收得一干二净，包括头上顶着的和2腿中夹着的。我在心里想着，应该是我身体所有部位，只要接触到金子，都会被空间吸收。这看起来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以后除非我避开所有人群，不和人类接触，不然就得足够小心谨慎。谁没看过几本金手指小说？只要有人看到我触碰过的金子消失，不出3秒就会联想到金手指。在末世之人几乎失去人性，许多人会因为一口吃的、一口水大打出手，杀人也不会眨眼，更别提这么稀有的金手指了。我压住狂跳的心脏，告诫自己以后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再次闭上眼睛后，小木屋又发生了变化，外表还是破破烂烂，但里面空间大了很多倍，高度依旧2米，可长宽从1米半变成了5米，还是一个正方形。而且我惊讶地发现，这次空间变大后，我的身体竟然可以进入空间里面。这不就是一个避难所吗？我没有浪费时间，直接走进升级后的小木屋。可一进来看到里面的东西，我眼底就一出惊讶。我以为里面会空荡荡的，谁知吸收金条后，里面多了不少东西。一个1米2的单人床架，旁边有个和脸盆差不多大的圆形小桌，配了个小马扎，靠墙还立着一个木头的杂物架。我木着一张脸扫了一眼，就从木屋里退出来。我当然不是不识好歹的人，空间白送家具我怎么会不开心？但我也不要求多美观，起码结实一点吧。现在这几样家具破破烂烂的，我都不敢抬手去碰，感觉我只要一碰，他们就会散架给我看。我在心里叹了口气，上辈子我见到江真真时，她的空间明明是豪华别墅，怎么到了我手里就降了好几个档次？莫非这个金手指注定属于她？不，我不服气，档次下降就下降。既然到了我手里，谁也别想抢走。我看见角落的工具箱，眼睛一亮，家具破了点没关系，我加固就行了。工具箱很轻易就被收进空间，我也跟了进去。打开工具箱，我拿出螺丝钉和工具。毕业后我一直一个人租房住，东西坏了都是自己修，普通手工活难不倒我。我先修木架子，把螺丝打进木板相连的地方加固。可我刚一只手扶住木架，另一只手还没抬起来，面前就出现一道透明屏幕。1级木架可升级，扩建条件：木头5斤，铁500克。我沉默了。我又把手放在床架上，眼前也出现透明屏幕。1级床架可升级，扩建条件：木头3斤，铁800克，棉花500克。我又试了小圆桌和小马扎，发现木屋自带的家具都可以升级。我正想再研究，屁股后边像被人踹了一脚。再睁眼，我已经回到出租屋。过了5秒，我揉着发疼的屁股反应过来，进空间有时间限制。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我没出声，放轻脚步走到门口，从猫眼看出去，看清外面的人后，我才打开门。原来是我之前点的外卖，开始零零碎碎送到了。我看着外卖，时间刚好。现在送来，直接扔进空间，以后拿出来还是最新鲜的。接下来1个多小时，我都在忙着收外卖。木屋里那个破破烂烂的架子也暂时派上了用场。我摸索后搞清楚木架的使用方法，它像背包格子，同一样物品可以放进一个格子里，一个格子最多存10个。整个架子一共有10个储物格。我又烧了一壶开水放进空间实验，半小时后我悟了，木架上的空间是完全静止的，物资放进去是什么样，拿出来还是什么样。可单纯放在空间中就不一样。那杯热水变凉的速度看，物资变质会比外界慢10倍左右。我立马拿出清单，加上升级空间，并注明尽快把木架升到最高等级。因为时间太晚，清单上好多东西买不到，我干脆窝在家里疯狂点外卖：烧烤、烤鱼、小龙虾、炒面、炒饭、麻辣烫、炸鸡、汉堡、披萨、冰可乐、奶茶、果汁、
咖啡能点到的我都加入购物车，每一种我都点了10人份。困意不断袭来，我在等外卖送来的间隙，窝在沙发上眯一会。凌晨4点过，闹钟一响，我立马爬起来，洗了个冷水澡。我看着卡里剩下的100多万，再想到木屋面积还不是特别大，表情凝重了些。仓库里还囤着一大批物资，不够，空间还是不够大。我必须在末世前把空间升级到一定程度，起码能把我准备的物资装进去。我想了想，在心里演练了10几分钟，拨通了渣爹的视频通话，足足打了3遍，那边才接通。我还没来得及说话，手机里先传来江大同的斥骂声：“你要死啊！大半夜给老子打电话，几天没收拾，你皮又痒了。”我眼神一冷，上辈子的我怎么就没注意到这个细节？一家3个孩子，凭什么只有我从小不管犯了什么错，都是非打即骂？我都数不清挨过多少次打，只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拖布上的木棍都断成了2截。不过现在不是算旧账的时候，正是要紧。我收起眼底的恨意，装出兴奋的快说不出话的样子。爸，咱们上次买的股票涨了，翻了整整3倍。刚才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想多赚一些的话，最好再投一些钱进去。他说这只股票涨势会越来越高，3天之内最少能翻5倍。江大同一下精神了。什么？能翻5倍？我连连点头。是，我们领导已经追加了。你也知道，这几年我手里一直没什么存款，所以想问问你和妈要不要追加。我又停了停。其实不追也够了。这笔钱要得急，家里应该也没多少存款，而且你们之前投进去的本金，现在已经变成了300多万。虽然说给弟弟买一套好一些的房子还不太够，但出个首付肯定是够了。弟弟自己以后再努力努力。江大同已经听不进别的了，他从来没担心过我是在骗他。他盯着屏幕这头的我，我明天中午之前给你转钱，来不来得及？我说，当然来得及，不过肯定是越早越好。你也知道股市一向瞬息万变，早点追加金额就能多赚一点。可是爸，您千万别因为这个去借高利贷啊，没必要的。他直接打断我，不耐烦道：“老子的事儿不用你管，你就负责把我打给你的钱投进股市里就行了。”挂了电话，我嘴角勾起弧度，现在升级空间的钱不就有了吗？5点过，外面天还蒙蒙亮，我就匆匆出了门。今天是正常生活的最后一天，等到过了半夜12点，末世就要开始了。这个点一般店都没开门，但我还是趁着时间去买早餐存起来。外面买的不如自己做划算，可我缺的是时间，不是钱。我在各个早餐店来回跑，以给同事带早餐的名义，每家都买了10多人的份。看着木屋里越来越多的食物，我心里那股紧迫感平复了一些。这也是和上辈子不一样了，我有金手指，有提前存好的物资。买完早餐，我又冲到菜市场。上次我只买了米面调料，蔬菜鲜肉水果都没买。我先到最大的一家肉店，猪牛羊肉每样要3000斤，全部切块。又在隔壁禽类店里订了鸡鸭鹅，都是1000只的数量，鸡鸭鹅蛋也没少。这次全要受精蛋，还买了不少孵蛋器。2家店老板笑得合不拢嘴，还主动抹了零。我付完钱，把仓库地址发给他们，但提了要求，通知能送货的时候再送。想到受精蛋，我又想起种子，附近就有一家种子店，我干脆把所有种类都买了个遍。出来后，我又去海鲜档口，鲈鱼、鲳鱼、石斑鱼每样1000条，其他的各来200条，各种虾螃蟹也1000斤起订。帝王蟹、澳龙这些贵的，我也买了不少。我让老板把海鲜全部杀好处理干净，等我电话再装车，最后只剩蔬菜水果。我顶着满头大汗冲进一家蔬菜店，把清单拍照发给老板，每样按500斤准备。结账时我提醒他，菜一定要新鲜，有乙滋冲好的，立马退货。蔬菜区和水果区连在一起，我又去水果店大采购，西瓜、水蜜桃、甜瓜、哈密瓜、荔枝、榴莲这些我喜欢的，全都按500斤来囤，特别喜欢的还要追加几百斤。从菜市场出来，我看了一眼卡上的余额，刚才一共花了46万多，现在还剩72万左右。接下来的时间，我揣着这70多万冲到了个大金店。虽然明天末世就要降临了，我还是保持着谨慎，怕引起导购疑心。我不敢多买，只打着要结婚买酒精的名义，挑了几件克数重的。1个多小时，我跑了5家金店。从金店出来以后，我又冲到了回收金子的地方，买了一些首饰和2根100克的金条。至此，买金子把卡里的所有钱花了个一干二净。升级空间还不着急，赶在菜市场送货前升级就行。现在最重要的还是物资。食物是备齐了，可末世里最珍贵的药物还没有买。我匆匆赶向提前看好的几家药店，半路上我正打算催渣爹，没想到突然接到了银行卡到账信息，300万。我眼睛一亮，这下不用担心钱不够了。没过几分钟，我又接到了江大同的电话，他特地打电话来警告我，一定要把他拿出来的这笔钱分文不差的投到股市里。我各种保证，各种好听的话不断往外冒。挂了电话后，我照着清单挑选药物，感冒发烧的常用药必须多准备，抗过敏、抗病毒、抗生素也得买。急寒要来，冻伤膏必备，后面急热降暑药也得囤着，酒精、碘酒、生理盐水、纱布、云南白药、止痛药这些也不能少，口罩、防护服这种防护类的，我直接把药店的全部库存都清空了。除此之外，我还买了不少保健类药品，各种维生素、泡腾片、鱼油、钙片。临走时我看到驱虫药，顿了顿，于是也买了一堆，以防万一。在一个药房买大量药物太引人注意，我分开在10多个药房搜刮了一圈，才买够想要的量。买完后，我把包装拆开，全塞进空间。我不会给他们一点点过期的可能。仅凭我在药房买的这些药当然不够。我从药房出来后，又来到了医药公司。
我把需要的药物列了一个单子，又私下给业务员包了个大红包。刚才还说需要调货时间的业务员，现在拍着胸口连连保证，一定在下午2点之前把所有药物送到仓库。药店加医药公司一共花了60万刀，余额还剩240万。这个时候已经11点半了，我顾不上吃饭，急匆匆地奔向下一个目的地——中介公司。我现在租的地方是公寓楼，里面人员混杂，加上昨天晚上我大张旗鼓点了那么多外卖，我必须得换个地方住，不然等末世来临后，我就是整栋楼的活靶子。地方我早就挑好了，是江市郊区的一个别墅区，这里地方偏远，但环境极好，住的人非富即贵，安全系数要高许多。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上辈子末世来临后，军队就驻扎在别墅区附近，那里的秩序还在。我卡着末世来临前最后一天来租房子，也是因为上辈子我和一个房产中介有一面之缘。来到中介公司后，我靠着上辈子的记忆找到了那个中介。上一世他瘦的皮包骨，没想到现在却是个小胖子，笑容憨厚。听到我要租别墅的要求后，小胖子乐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江小姐，你眼光实在是太好了。这栋别墅业主花了不少心思装修，要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得长期住国外，人家绝对不会舍得把别墅出租的。我点点头，我打算今天就想搬进去，你这边的手续可以快一点走吗？小胖子连忙满口保证。放心，只要房租到账，您立马可以搬进去。我也不废话，直接拿出卡来刷。别墅的房租1个月10万，本来业主是要求年付的，我稍微一提就从年付变成了季付。我看着到手的钥匙，心里松了口气。走之前，我还是没忍住提醒了小胖子一句：我听说隔壁市又有传染病爆发了，估计用不了几天就能传到江市，到时候如果严重了，免不了又得居家隔离。小胖子一听，瞬间紧张了起来。确定吗？我面无表情。这种事情我怎么确定？我也是听说的，不过买点吃的又不亏，没有传染病，那就放着慢慢吃呗。我顿了顿，看着他道：这个消息不能爆出去，所以你买东西的时候低调一点。从中介公司出来，我没去别墅，带着只剩210万的余额，来到一个工厂。我跟着业务员看过样品后，先定下了100箱暖宝宝，每一箱200片，充电热水袋、暖手宝各100个，灌水热水袋100个，电热毯50件，电暖器和小太阳各20台。我还在这里看到了发电机，3台柴油发电机和2台太阳能发电机。我上前检查了一下，全都连外包装都没有拆。我把这5台发电机全都留下了。最后一堆东西算下来，一共花费了12万。结完账后，我把库房的地址留给业务员，并约定好了送货时间。从工厂出来，我看了一眼时间，刚刚好下午2点，距离末世来临还有10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不多，但缺的东西还有不少。我按提前规划好的路线去了加油站，半路上经过一个水站，我顺路订了1000桶饮用水，小瓶的订了500箱。付完定金后，把仓库地址交给老板。到了加油站，30镇的汽油和柴油，我各买了10桶。我把20桶油搬到车上，又开到偏僻的地方，把油收进了空间木架。接下来，我用了1个半小时，把附近6个加油站都跑了一遍，在每一家都各买10桶油。木架放不下了，剩下的都先堆在小木屋地上。我看着剩下还没准备的物资，心里有些焦急，只能先挑最重要的先买。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武器，枪支弹药就不用想了，所以我盯上了户外用品店。开车来到江市最大的户外用品店后，我先在店里逛了一圈，这里的东西不便宜，看得我一阵阵牙疼。不过我在店里看到了一样好东西，绣刀。整把匕首绑在小臂上，不长却很锋利，只要拨动开关，匕首瞬间弹出，比起各种刀，这个更合我心意。我只是个上班族，哪来时间锻炼？就算给我一把刀，我也挥不了几下，还容易误伤自己。我深知自己的长相偏幼态，以前总想着把自己打扮成熟，只要自己能完成的事情，也从不喊别人帮忙。可在末世，我这张脸将是自己最完美的武装。当然，除了这把绣刀，老板推荐的其他匕首我也买了几把，还有2把稍长的砍刀。砍刀虽然不适合现在的我，但得有，毕竟我还可以趁着极寒的时候慢慢锻炼力量。另外，我还买了工兵铲10把，斧子5把，手电筒10个，望远镜10个，无人机10个，对讲机10个，破窗笔10个，每条5根，打火石5个，防风火柴100盒，过滤片10箱，灭火毯20张，夜视镜20个，野营折叠锅5个，指南针10个，无线电收音机5个。我还在店里找到了防毒面具和氧气瓶，老板存货不多，我干脆全部清空。最后又拿了30个装配好的药箱和5个工具箱。付完账值，我直接让老板帮忙把所有东西搬到车上，把面包车所有座椅放倒，再挤一挤，完全能放得下。离开时，我看着满满一车的物资，微微松了口气。我一边开车往服装厂赶，一边计算着余额。在户外用品店，我一共花了86万，现在卡里还剩下110万左右。我瞄了一眼时间，马上6点，距离末世来临只剩下6个小时。来到服装厂，我甚至没有看样品，直接对着销售拿来的图纸下单。衣服款式都要最简单的基础款，短袖短裤、长袖长裤，每一样都要500件。保暖内衣也不能少，只要一回想起上辈子的极寒，我骨子里都泛着冷意。鞋我挑底子最软最舒服的运动鞋，直接要了500双。最后是睡衣，夏款冬款质量最好的各要了200套。要走的时候，我想起空间中家具要升级，所用的棉花订了500斤棉花，让工厂帮我抽成真空。最后一结账，我在服装厂花了36万多。我把仓库地址留下，约定1小时后送过去，就立马又开车来到数码城。路上我也给各个老板打了电话，约定好了送货时间。卡里还剩74万，我直接全部要最新款，10个平板，5个笔记本电脑，
手机我也要了，2个存着备用。刷了25万后，我没有把东西拿走，而是全部拆开，让销售给我下载东西。我给了销售一张清单，各种综艺、电影、电视剧、小说、单机小游戏等等。当然，其中还夹杂着一些专业书，比如赤脚医生手册、民兵训练手册、蔬菜养护书籍、生畜养护大全等等。他连连对着我保证道：“江小姐，你放心，我一定把你交代的都下载到电脑里，1个小时后你来拿东西就行了。”我点点头，没多说。时间已经来到了8点，我拿着卡里剩下的钱，直接冲到了上午来过的金店。为了防止金店关门，我还特地给上午的销售打了个电话。到了后，我没急着下车，而是先用湿巾擦掉脸上的汗，戴上黑超，涂上大红唇，又喷了一点香水，这才下了车。一进门，我没理会满脸笑容的销售，只是装作一脸不耐烦的打着电话。挂了电话后，我才看向销售：“男人就是麻烦，谁家结婚带那么多金子？不得沉死了，可惜他非不听，烦死了。”我走到柜台边，打量着里面的首饰。就在我抬头的一瞬间，突然看到了展示柜里面的一顶黄金凤冠，价格还刚刚好45万。在仔细询问了凤冠的制作工艺后，确定是999纯金。我直接大手一挥：“好了，不挑了，就它了，抓紧时间帮我包起来，我这边赶时间。”临走的时候，他把店里所有的赠品都给我包了一份，什么黄金玫瑰花、黄金手机贴、黄金钥匙扣等等，我来者不拒，统统收下。有空间那么个吞金兽在那里。我现在只会嫌金子少，哪有嫌多的份儿？从金店出来，我看了一眼时间，又找到了一处附近的工地。我没忘记空间里还有需要升级的那些家具。到了工地后，工人早就下班了，只有一个门房的老头。我敲开门房的窗户，先递过去一包烟，然后笑着说想买点木头和铁钉、铁皮什么的。老头看了看手里的烟，直接把我领到一个废弃材料堆积的地方。你想要什么，在这里找就是了。说完，他叼着烟转身离开。我先把车开到这里，把后备箱堆满，又往空间里装了不少，直到装满才开车离开。弄好以后，刚过1个小时，我又赶回数码城，把下载好资源的平板电脑、手机全部拿走，顺便去了一趟银行，把剩下的几万块钱换成现金。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9点，距离末世来临只剩下最后3个小时，我连水都顾不上喝，开着车就往仓库的方向赶。路上我发现街上多了许多部队运送物资的车，速度开得飞快，我眉心松了一些，看来国家还是相信了我的那封信，并且在积极应对。我到仓库时，所有货车都已经停在门口等着，我一下车就笑着开口：“不好意思，家里出了点事儿，让各位久等了。”说完，我立刻拿出手机，给所有卸货工人一人赚了200块钱的红包。接下来工人们干起活来更卖力，半个小时，所有物资都整整齐齐摆放进了库房。我把人送走后，关上库房门，把今天买的所有金子都拿了出来。吸收之前，我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空间可以成功装下所有物资。金子一点点融进空间。我看着长宽5米、高2米的木屋，变成了面积大概100平的石头房。石头房很粗，但密不透风，可空间虽变大了，也只有100平，想存放这么多物资还是不够。我心里有些急，我看着石头房，忍不住爆了句粗口。我突然想起那个还没来得及升级的破木头架子，可我扫了一圈，却发现木头架子在空间升级后消失了。我压住焦躁，家具是升级出现的，就不会因为升级而消失。床架也不见了，小圆桌和小马扎还在客厅。我看向升级后多出来的2个房间，现在空间是2室1厅，到处灰扑扑，地面是抹平的。我推开其中一个房间，看见床架在里面，是一间简陋卧室，没有窗户。我立刻出来，来到第2个房间，看到里面的东西，我的表情全成了惊喜。木架不但在这里，这一次升级还又送了2个。房间里只有3个木架，更像储藏室。我把在工地翻出来的木头，还有铁钉、铁皮、铁棍什么的都搬过来，直接把材料放到木架上。透明屏幕出现，叮，检测到扩建材料，木头5斤，铁500克，是否升级？我连忙选择是。下一秒，木架被白雾笼罩，里面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我立马把另外2份材料放到另外2个木架上，整个房间都被白雾罩住。1分钟后，白雾消失，3个木架都升级了。我伸出指尖触碰木架，透明屏幕再次出现，2级木架可升级。扩建条件：木头10斤，铁500克，钢200克，每个木架的储物格从10个变成20个，每格最多从10变成30。我看着新弹出来的条件，嘴越翘越高。我在工地偷渡了不少钢筋棍，正好派上用场。我又把需要的材料依次放在3个木架上，白雾再次出现，这次用了2分钟。白雾散去后，3级木架出现在我眼前。3级木架因外部局限暂不可升级。我眉心蹙了蹙，外部局限，我环视一周，莫非说的是空间？这时闹钟声突然响起，我瞬间回过神，闹钟响起，证明现在10点了，距离极寒来临只剩下最后2个小时。好在3级木架的储物格由20变成50，储存数量也从30涨到了50。3个木架一共150个格子，再加上100平的房子，库房物资不用愁了。我从空间退出来后，用最快速度开始收取物资。木架上放的多是鲜肉、蔬菜、水果，外卖一类放不下的，我就挑最不容易变质的先放空间。极寒来临，外面的冰雪就是冰柜。我从库房往空间收取物资很方便，手一碰物资就会转移到空间，并按我心里所想落好。10分钟后，库房物资全部转移进空间。我关上仓库大门，坐上车，看了一眼手机时间，10点15分。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又慢慢吐出去。刚重生那会儿，我一想到还要再经历一遍末世，就浑身发冷。上辈子我只活过极寒，可那几个月已经像人间炼狱。末世可怕的不只是灾难，还有和你一起活下来的人。现在也许是手上有了空间，
也许是物资够了，我心里没那么慌。回别墅的路上，我车速不快，我想再看看这个繁华的世界。我知道再过不久，这一切都会成为回忆。路过一条街时，闻到烧烤摊的香味，我把车停下，忙了一整天，我几乎没吃东西，早就饿了。这感觉让我想起上辈子没东西吃的时候，饿到发抖。我走到烧烤摊前，天太热，摊上没几桌人，2桌人在撸串喝冰啤酒，大声笑闹。我进店点了够10个人吃的烤串，大多是肉，也买了些菜。我没等烤好打包，直接买生串，准备回家自己烤。生意不好，秘制调料也被我磨着买走了一些。等打包时，隔壁桌在抱怨：“我的老天爷，这都10月份了，这天怎么还这么热？我记得往年这会儿早都降温了，都能穿长袖了。”嗨，谁说不是呢？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鬼天气，好希望冬天能快点来啊！我表情顿了顿，上意识这时候我也埋怨这天气，心疼电费。可谁能想到，短短一夜，世界就变了。我记得清楚，前一天还是48度，第二天就到了零下20多度，温度一下子掉了60-70度，很多人扛不住，那一夜死了好多人，老人小孩占了大多数，全是失温而亡。想到这里，我骨子里都泛着寒意。我也不知道今夜之后，刚才那些人会不会后悔。有人开玩笑说，该不会是末世要来了吧？同伴哈哈一笑。有人说，要是末世来了，我第一个啃新疆人。他还得意洋洋说道，因为新疆昼夜温差大，那里的人吃起来肯定甜。我也难得扯了下嘴角。这时串打包好了，我接过满满3大袋肉串，耳边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街上像被按了暂停键，车也靠边停下。下一秒，大家都掏出手机，我也一样。我上车后先把肉串塞进空间，再看手机短信，短信是江市政府发来的，所有外出居民立刻回家，严令禁止在户外游荡，只有2行字。没有原因，街上的人一下子炸开了锅，有的人心里发毛，还是急匆匆往家赶，也有一部分人把警告当耳旁风，照样在街上溜达。我心里只觉得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另一边，同样收到短信的江大同一家也没当回事，刘素眼皮子越跳越快，在酒店里走来走去，埋怨丈夫：“我总觉得事情不对，那房子咱们要是不卖就好了，说不定是那死丫头骗你的呢。”江大同眼睛一瞪：“他敢骗老子试试，打不断他的腿！”行了，你也别婆婆妈妈了，不就是一套房子吗？过几天股市里的钱拿出来，想买多大的房子都有。坐在一边打游戏的江斌也说：“是啊妈，你就别操心了。况且这也不是你们女人该管的事儿。对了。”你要是闲着没事干，就下去给我买份烧烤呗。我晚饭没吃饱，他们这几天花钱很凶，住5星级酒店大套房，就被褥就衣服都扔了，身上也都是新买的。江斌正打游戏，短信直接划走。江真真一边对着手机化妆，一边不高兴：“哎呀，你们能不能小点声？我正直播呢。”刘素看着所剩无几的存款，心里越来越慌，可没人听他。儿子要吃烧烤，他舍不得让儿子挨饿，只好拿起手机准备下楼。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人间炼狱即将降临。同一时间，江市政府灯火通明，会议室里压得人喘不过气。就凭一条匿名预言，没有任何实质证据，现在就要全市避难，简直是儿戏。交通局局长陈国栋拍案而起，市长李明宇坐在首位不动。如果明天极寒没有来临，我会亲自向全市人民道歉。支持紧急避难的人占了大多数。研究所那边有最新报告吗？秘书说，仍然没有监测到异常低温气流，但没人松口气，大家都在等12点。我到别墅门口时才10点45分，就算没有通知，我也会赶回家。更别提我还收到了那样一个短信，中介小胖子办事靠谱，门卫信息也更新过了。我进门没被拦，我租的别墅靠外，面积不大，和隔壁只隔一堵围墙。我刚停好车开门，旁边突然传来刻薄的女声：“哎，你是干什么的？谁让你来这儿的？”他又嘀咕：“这门卫也真是，什么人都往进放，一年年交的物业费，简直是喂了狗。”我扭头看去，是个60多岁的老太婆，嫌弃地瞟了眼面包车，又上下打量我。她啧啧2声：“这么年轻，估计又是从哪个男人手里骗来的钱，正经事不做。”我没退让，末世马上就要来了，我一个女生独居，不能显得好欺负。我冷着脸：“我来不来这里关你什么事儿？这么爱多管闲事。门口路过一辆粪车，你是不是也要拿着勺子追过去，尝尝咸淡？”老太婆被怼得脸一红，开口就骂：“你这个死丫头，怎么一点家教都没有？你爸妈就是这么教你的吗？他们没教过你尊老爱幼吗？”我嗤笑：“家教这东西我从来就没有，谁让养我的爹妈死得早？至于懂事儿，懂谁的事儿？我懂我自己的事儿就好了。”他还想再骂，身后传来男声：“王奶奶，我刚才不是说了赶紧回家吗？而且这么晚了，晚饭还没有好，我妈不能受饿的。”说话的是个18、19岁的男生，一身运动装。我看到他身后院子里有个女人坐在轮椅里等着，长得很美，但脸色苍白。王奶奶压低声音：“催什么？怪不得连个男人都拴不住，谁愿意天天对着这么个病歪歪的妻子？”男生没听清信，轮椅上的女人说：“好了，小贺，王姨年纪大了，你别和她计较，快回家吧。”林飞鹤皱了皱眉，没再说。我不想管他们家的事，拿出钥匙准备开门，一口能痰落到我运动鞋面上。我抬眼看向他，王奶奶轻蔑道：“
小小年纪不学好，天天就知道勾引别的男人，怎么给自己花钱，简直是不要脸。他扭头要走，刚走2步，后腰突然一痛，脚下踉跄，整个人往前扑去，摔了个狗吃屎。林飞鹤瞪圆了眼，愣了几秒，什么都没说，只是转头盯着围栏看。我走到王奶奶跟前，先伸脚在她身上蹭了蹭，把鞋上的痰蹭干净，再蹲下。奉劝你一句，别得罪我。你仗着自己脑袋发育不全，为所欲为我不管，但我可不是你妈，不会因为你年纪大就让着你。我起身又补了一句，对了，你嘴巴如果实在闲得慌，我明天就帮你找个公共厕所，你可以把里边的马桶挨个舔个遍。林飞鹤尴尬道，不好意思，今天是我家保姆不对，明天我一定去登门亲自道歉。我没回话，直接转身离开。我走后，王奶奶才反应过来，尖叫着，杀人啦！快来看啊，杀人啦！哎呦，我不活啦！被一个小丫头片子这么欺负，活不下去了。林飞鹤脸色不耐烦，行了，要不是你往人家鞋上吐痰，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赶紧回家。外面王妈的叫喊，我当然听到了，我才懒得管，反正还有1个小时极寒就来临了，那老太婆能不能活过今夜都难说。进了别墅后，我四处打量着，这栋别墅一共3层，装修偏现代实用，没有过多豪华装饰，但很舒适，指尖拂过落地窗，一点灰尘都没有。看来中介小胖子已经带人来打扫过了。这3天我恶补了不少末世小说，里面女主第一件事就是加固住所，我也考虑过，可我没有这么多时间，也怕末世前突然装修动静太大，等末世来了，那不是明摆的活靶子吗？我没有以1对100的武力值，那最安全的就是融入人群中，做一个艰难求生的幸存者，而这也是我搬过来的原因。这里不用我费心思装修，就是一个避难所。别墅区号称用的材料都是最好的，防弹玻璃、合金大门都是标配，每一户都配备了单独发电机，取暖设备也是顶级的，据说还能扛得住7级地震。我现在不需要它扛地震，我只需要它能抗住末世后肮脏的人心就好。在客厅休息一会，饥饿感翻涌的厉害，我先找了一间面积最小的卧室。极寒来了以后，空间越大，取暖效果就越差，反正就我一个人住，卧室大点小点没关系。我先打开空调冷气，然后开始整理房间，床上垫棉褥，放垫热毯，再铺法兰绒垫子和床单，又从空间里掏出一床棉被，一床羽绒被，暖宝宝放床头，床边左右各放2台电暖器，旁边放了4块大号蓄电电池，靠门的地方放一个烧烤炉，里面添上木炭，炉上放着老式烧水壶，这样我随时都能喝到热水。后窗帘也不用换，全部搞定。时间到了11点30，空调不断往外吹冷气，我还是一头大汗，连忙去卫生间冲了个凉，换了一件吊带裙，准备吃今天的第一口饭。天气太热，别的也吃不下，我从空间里掏出一碗冷面，还带着冰茶，我把一大碗吃得干干净净，汤都喝了好几口，剩下的汤我没扔，放回空间。末世以后，就连一口冷面汤都是难得的美味，以后馋冷面还可以再下点面进去。吃完饭，我看了一眼手机屏幕，11点55，我把提前准备好的厚睡衣拿出来，放在床上，把空调调到16度。接下来的时间，我吹着冷风，把厚睡衣一件件裹在自己身上。另一边，将是灯火通明的会议室内，刺耳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叮铃铃，所有人目光齐刷刷地投向理事长手中那部正在震动的手机。李明宇按下接听键，把手机放在会议桌上，打开了扬声器。市长，出大事了！电话那头，研究员喊道：我们监测到了一团未知的冷气流，正以极快的速度在向蓝星覆盖。冷气流范围太大了，以我们的设备根本测不出边界。研究员声音发抖。根据计算，12点整，全球将迎来史无前例的急速降温。会议室瞬间死寂。李明宇对着电话沉声道：继续监测，你们的安全我会全力保障。挂断电话，他转向秘书，立即启动全市警报系统，向所有市民发送紧急预警短信。秘书快步冲出会议室，李明宇又看向物资负责人：前2天征集的取暖物资准备的如何？负责人快速回答：时间太紧，但我们已经收集了全市80%的取暖物资，无人机也都准备好了。午夜的城市被刺耳的警报声撕裂，呜呜，防空警报惊醒了睡梦中的市民，有人骂着推开窗户，大半夜的搞什么鬼？10点多那会儿就来过一次，现在又来，群里也刷满了疑问，这次又是什么演习？政府的人是不是喝多了？就在质疑声到顶时，所有人的手机同时震动起来，紧急气象预警，午夜12点将迎来超强冷空气入侵，预计气温骤降至-20度左右，请立即准备防寒物资，做好保暖措施。有人反复揉着眼睛，有人点开天气预报，屏幕上显示着49摄氏度的实时温度。开什么玩笑？一个鬼火少年对着手机屏幕嗤笑。现在热得连呼吸都困难，你跟我说要降温？也有人反应更快，冲向储物间，翻出电热毯、暖宝宝，把被子堆在一起。窗外依然闷热，但极寒已经露出了獠牙。我看着手机上的短信，抿了抿唇，又抬头看向窗外，希望这一次活下来的人能多一些吧。时间过得很快，等到11点59分50秒，我感觉呼吸都有些不畅，心脏跟着滴答的秒针跳着。10、9、8、3、2、1，时针分针秒针齐齐停在12的那一瞬间，整个星球仿佛被扔进了冰柜。我眼睁睁看着玻璃上水蒸气慢慢被冻成了冰花，
温度一分一秒往下掉，极寒来得无声无息，只有不断下降的温度在告诉所有人，这个世界从此以后，人类将不再是它的主人。我不敢多想，连忙把空调调到制热模式，温度开到最高，然后我用最快速度打开电暖器，再把烧烤炉内的木炭引燃。水壶里装着我提前煮好的桂圆、姜茶水，我把它放在烧烤炉上保温。木炭不可以在封闭的环境中燃烧。我把门打开了一条缝，相隔的卧室里，我也提前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卧室温度慢慢升高后，我冲到1楼，打开了全屋供暖。别墅有地暖，但屋子还是冷得像冰窖。只有那间小卧室暖一些。都弄好后，我浑身打着颤，冲回卧室，扑到床上，电热毯早就开着。我缩进被子里，2床被子压着有点重，但我宁愿重，也不想被冻死。外面的温度还在下降，我准备得齐全，反而有点出汗。我把最上面一层羽绒被掀到一边，看向墙上的室内温度计，10摄氏度，这简直是上辈子我想都不敢想的温度。那时候家里冷得像冰窖，我差点被冻成人形冰棍。厚衣服被那群吸血鬼抢走，我只能把他们不要的薄衣服一件一件往身上裹。叮！手机短信声把我拉回现实，我打开手机，还是政府发来的短信，请广大市民注意取暖，如遇到生命危险，请拨打市长热线，我们会尽全力进行救援，请记住，国家永远与你们同在。我关上手机，发现室内温度计已经缓慢到了8摄氏度，这个温度还不算冷，是因为暂时有空调地暖。电暖器和烧烤炉等电力系统全面瘫痪，失去了空调和地暖后，家里温度会瞬间下降不少。我知道现在内外温差不止30度，这一世的降温比上辈子还要恶劣。上一世极寒降临的第1夜，温度停在了零下28摄氏度，这一次不知道要到什么程度。我扭过头，透过窗帘缝隙盯着窗外，除了温度，外面和几分钟前没变化，没有大雪，也没有狂风，就那么静悄悄地降着温。但活下来的人都明白，现在窗外的世界会吃人。我后背发凉，心里也紧张。虽然我准备了许多物资，手里还有了金手指，可上辈子经历过一次极寒，我还是担心这处别墅能不能扛住接下来的大降温。我知道别人就没那么好过了。那些手脚麻利又听劝的人，看到短信就拿出取暖装备，除了难挨，并没有失温的危险。可还有一部分人不把政府警告短信当回事儿，唱反调或者信小道消息。极寒降临那一瞬间，他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上一秒还汗流浃背，下一秒刺骨寒意就捅进肺里。没来得及关窗的，更是被冷空气劈头盖脸冲进来，呼吸像吞下玻璃碴。冰冷空气像刀子割过鼻腔，刺进胸腔，疼得直不起腰。离衣柜近的还能往身上裹点衣服扛过去，身边什么都没有，还离窗户近的就惨了。更惨的是听到第一次警报声，收到第一条预警短信却不当回事的人。12点1到，皮肤上的汗珠还没蒸发，就冻成细小冰碴，像细针扎进毛孔。他们最先失去知觉的是脸颊和手指，麻木慢慢蔓延到四肢，皮肉像不属于自己，明明没风，却像有钝刀刮骨头，血液也似乎开始结冰。他们想逃，可温度骤降，让关节僵硬，每一步都像肌肉撕裂般疼。牙齿咯咯作响，呼出的白气瞬间凝成冰雾，睫毛眉毛挂满细霜，寒意从脚底爬上几倍，缠到心脏都变慢。这不是普通的冷，是灭绝生机的冷。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就算几步远是商超，平时1分钟的路，现在也可望而不可及。也有人快冻死时，突然感觉一股热流从体内涌出，热意越来越重，皮肤开始有灼烧感。他们本能地疯狂撕扯衣服，嘶哑叫着好热好热，还伴着破风箱般的抽泣声。他们把衣服脱光还不够，甚至躺在地上，四肢扒着冰凉地面，体温还在流失，血液逐渐凝结，心跳越来越慢，可他们已经感觉不到。视线模糊，瞳孔扩散时，嘴角却带着满足安宁的微笑，像陷入美梦。这种死法大概是极寒给人类最后的一点善意。另一边，正准备给儿子下楼买烧烤的刘素，拿着手机刚走到酒店前台，极寒突然降临，刺骨寒气通过旋转大门呼啸而来，顷刻吞噬了大厅。他猛地打了个寒战，四肢像灌了铅般僵硬，脑子也空白了几秒。直到一声凄厉尖叫划破空气，他才注意到前台接待人员，这个小姐姐今天值夜班，收到短信时向经理申请回家，但经理拒绝了。他不敢得罪经理，只好待在岗位。他提前申请了一个小太阳，又把寄存在酒店的羽绒服放在身旁。他想着江城往年冬天也会到零下10度左右，装备应该够用。可温度骤降，最可怕的是巨大温差带来的失温。大厅温度骤降时，他还没反应过来，直到寒意顺着脊背窜上来，四肢颤抖，牙齿咯咯作响，他才惊叫着手忙脚乱，拽过羽绒服裹紧自己，又用冻僵的手去按小太阳开关。暖意渐渐化开他麻木的四肢，但他知道不能待在这里了。旋转木门隔不住寒意，他得逃，就算明天经理会开除他。就在他撑着发软的膝盖准备起身时，一道黑影突然扑到面前，他惊得向后踉跄，还没看清来人，对方已经像疯了一样，不停撕扯他的羽绒服。刘素现在才管不了那么多，他只知道自己快要被冻死了，而活下去的希望就是眼前小姑娘身上这件羽绒服。给我，把衣服给我！刘素尖叫着，冻得青紫的手指死死揪住对方的羽绒服不放。顾客就是上帝，我命令你把羽绒服脱下来给我！他吼叫着，见半天没有得手，又换上哀求的语气。小姑娘，你还年轻，火气旺，能扛得住的。我这把老骨头不行啊，你就可怜可怜我吧。他拼命想从对方身上扒下羽绒服，却在手指刚抓住衣角时，就被对方反手揪住了头发。他来不及反应，整个人就被狠狠灌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小姐姐攥着羽绒服后退2步，嘴唇颤抖着默念：“这是正当防卫，我没有错。”转身就往楼梯间跑去。
刘素蜷缩在地上，求生的本能让他忍着痛爬起身，哆嗦着抽到小太阳前面。太冷了，他感觉自己的意识已经逐渐不清。恍惚间，他想到了房间里衣着单薄的儿子，不能倒在这里。他发狠，咬破舌尖，剧痛让他清醒了几分。突然，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小太阳，猛地扯断电源线，将上有余温的小太阳紧紧搂在怀里，跌跌撞撞冲向楼梯口。那边所发生的一切，此时的我还一无所知。室内温度降到5°C的时候，我只听到滴的一声，同时整个房间也陷入黑暗。我知道应该是电力设备，最终还是没能扛得住。地暖也停了，只剩下残留的余温。好在我提前准备了大号蓄电池，4个电暖器还在正常工作着。空调和地暖同时停止后，室内温度下降得很快。我看到温度计上的温度从5度一下子降到了0度，而且还在缓慢下降。我把一开始扔到一边的羽绒被又搭在身上，拿起手机看了一眼。从极寒降临到现在，时间也才仅仅过去了10分钟。我裹着被子下床，拿起烧烤炉上的水壶，给自己倒了一杯桂圆姜茶水。我捧着杯子抿了一口，滚烫的茶水流过喉咙，暖意一路蔓延到胃里。我干脆一口气把杯子里的桂圆姜茶水喝了个精光。放下杯子时，额间甚至隐隐渗出了汗。可正当我准备重新钻回被窝时，一声震耳欲聋的玻璃碎裂声划破夜空，紧接着是叫个不停的汽车警报声。我动作一顿，眉头微微蹙起，下意识裹紧了身上的被子。这是谁家搞出来的动静？这么冷的天气，不老实缩着保留体力，还能搞这一出？是被冻疯了，还是冻傻了，还是已经有流窜的劫匪出现了？趁着急速降温，外面没有人，摸到别墅区想要发一笔财，但仔细一想，也不太可能。总不会有人为了那些身外之物连命都不顾吧？好奇之下，我裹着被子走到窗户前，拨开一点点窗帘向外看去。好消息是外面并没有劫匪，我松了一口气。可让我惊的是，外面搞出这么大动静的，竟然是下午那个替保姆和我道歉的男生。他着急忙慌地在车里翻找着什么。10几秒后，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盒药，向家里冲去。我揉搓着窗帘，按他下午对那个老太婆的态度看，他不可能为了老太婆冒险，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他是为了他妈。那个坐在轮椅上的美丽女人。我本来不打算再看下去，可我刚准备回床上，眼前一幕让我瞪大了眼睛。男生竟然被关在了门外。我猜的没错，林飞鹤确实是为了他妈。他妈身体不好，有先天性心脏病，被渣男抛弃后身心都受打击，腿还是被小三推下楼摔断的。极寒突然降临，温度几分钟就下降了几十度。他收到政府短信后，把取暖设施都拿出来了，还是没能拦住妈妈心脏病复发。更绝望的是，他把家翻遍了都没找到药。林飞鹤质问王奶奶，他记得家里备了很多药，怎么可能一盒都不剩？王奶奶低着头支支吾吾，要被他高价卖出去了。他不敢说。林飞鹤顾不上多问，只能赶紧找药救人。他想起以前开车带妈妈旅游时，车上放了一盒药，才有了我一开始看到的那幕。可他拿着药要救妈妈时，别墅大门却被关上了，怎么敲都敲不开。外面温度降得越来越快，寒意穿透衣服缠住他，他呼吸都带着疼。敲门的手慢慢麻木僵硬，指尖变成紫黑色。出门时抱在怀里的热水袋也变得冰凉。林飞鹤没放弃，拼命拍打大门，可门丝毫没有打开的迹象。门内的王奶奶一声不出，浑浊的眼睛里闪着恶毒的光，听着门外越来越弱的敲击声，脸上浮现出扭曲的快意。死了才好。他喃喃自语，敲门声不断，他心里想着这小兔崽子怎么还不死？敲门声却突然停了。林飞鹤当然没有死，就在意识开始模糊时，一个滚烫的热水袋和一个破窗器突然落在他脚边。他艰难抬头，只看到隔壁别墅晃动的窗帘，但他知道是我。他踉跄扑向热水袋，被冻得青紫的手指僵硬地拉开拉链。热水袋贴上身那一刻，他发出一声近乎呜咽的叹息。身体恢复一些后，他抓紧时间捡起破窗器，向门旁边的落地窗冲了过去。我一开始没打算帮忙，我只是一个女生，可那个老太婆太恶毒了，我不可能让身边留着这么一条毒蛇。现在所有人都还不知道末世来临，都以为只是极端天气，可在这种时候，他已经敢害雇主，那以后还有什么做不出来？我给的破窗器不是大陆货，是户外用品店里最高端那种，但落地窗是防弹玻璃，想破开还是要花时间。现在就看林飞鹤命大不大。破窗器是金属的，林飞鹤用了一会，就感觉手和破窗器粘在一起，可他顾不上，只盯着落地窗，快一点破开，快一点，再快一点。怀里的热水袋逐渐变冷，寒意又慢慢缠绕全身。就在他呼吸变得艰难，口腔里满是血腥气时，整个院子突然亮如白昼。他扭头看到了另一边，别墅顶上的射灯，是何大哥。射灯瓦数很大，照在人身上，甚至有一丝烫意，这抹烫意为他争取了最后的时间。林飞鹤眼眶有些湿润，他立马用衣袖擦了下眼睛。我一直站在窗边，微微挑眉，看向了与我相隔一户的别墅，刺眼的探照灯光划破黑夜，我看久了眼睛发疼，不得不眯起眼，还是看不清那一户的业主是谁。我皱了皱眉，总感觉有双眼睛在盯着我，我连忙把窗帘拉得更严，只留一条细缝。耳边突然传来咔嚓一声巨响，我透过细缝往外看，整扇落地窗碎掉了。之前听到外面敲门声，突然消失的王奶奶没有打开大门，又等了一会儿，才轻轻走到落地窗前。她刚站定，正准备拉开窗帘，就听哗啦啦一声，落地窗竟然碎了。下一秒，她惊恐的瞳孔里倒映着本该冻成冰雕的林飞鹤破窗而入的身影。王奶奶被吓得尖叫起来：“你是不是有毛病？为什么要砸破窗户？会死人的！你知不知道？”寒风冲进大厅，窗帘瞬间被冻成僵硬的冰布，地毯上凝出霜花。林飞鹤充耳不闻，握着手里的那盒救命药，往2楼狂奔。妈，我来了。妈，你等等我，一定要等等我。
可他推开卧室门，冲到床边，看着紧闭着双眼、胸腔已经没有任何起伏的妈妈时，愣在原地。他用冻得发黑的手轻轻拍了拍妈妈的胳膊：“妈，别睡了，你醒醒，我给你把药拿回来了。”他又自言自语：“对，还没有倒水，怎么吃药？我真是脑子被冻傻了。妈，你再等等我，我去给你倒水。”几分钟后，他端着一杯滚烫的开水回到房间，轻声道：“妈，你看我是不是很聪明？知道天气冷，所以故意倒的开水，等端过来水温正合适。”他把药盒里的药抠出来倒在手心。妈，你别看我手有点黑，我刚刚都洗过了，一点都不脏。他托起母亲的头，声音开始破碎：“妈，我知道你困，你起来吃了药再睡。”水杯倾斜，水顺着女人苍白的嘴角流下。林飞鹤突然剧烈颤抖，药片从指缝洒落，他踉跄跪坐在地上，紧紧拉着妈妈骨瘦如柴的手，爆哭出声。妈！这声哭嚎穿透了整栋别墅。爆哭声在夜里响起时，我在床上闭目养神，直接翻身坐了起来。这声音是那个男生。我抿着唇，所以还是没来得及吗？上一辈子我见了不少死人，可这一刻我还是轻轻叹了一口气，日子还得继续。这一整夜我都没怎么睡，耳边始终能听到他的痛哭声。第二天早上5点，我裹着厚被子来到隔壁的卧室，从空间里拿出温度计，穿过窗户缝隙放到窗外。5分钟后，我的心不断下沉，零下45度，这还只是极寒来临的第一夜。回到卧室后，我又看了一眼墙上的室内温度计，零下10度，我肚子咕咕直叫，随手把头发扎起来，哆哆嗦嗦去了卫生间，接了一壶水，把热水壶插在蓄电池上。水烧开后，我先往小洗脸盆里倒了一点，立马把剩下的水收进空间。洗漱完，我走进空间挑东西，最后就吃它了。辣牛肉汤泡饭，我舀起一勺送入口中，吃到最后连汤底都喝得干干净净。吃饱后，我又来到隔壁卧室，准备再测一次室外温度，可刚把温度计从窗户缝送出去，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哭嚎，这一嗓子差点没把我手里的温度计吓掉。你妈妈的死和我没有关系啊，那就是一场意外。老天爷啊，你不能这么冤枉好人啊！王奶奶哭嚎着：“你这是杀人，杀人，你懂不懂？要遭天谴的。”我透过窗户缝往外看，只见隔壁那个老太婆像条死狗一样被男生拖到了院子里，她用枯瘦的手捂着脸痛哭，灰白头发散下来，外面很冷，她却还扯着嗓子嚎：“哎呦喂，没天理了！我这么大年纪尽心尽力伺候你们母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现在可好，卸磨杀驴，恩将仇报，这是要活活逼死我这个孤老婆子啊！”我嘴角扯了下，昨晚上极寒降临，侥幸活下来的人都缩在家里，门窗紧闭，裹着能找到的东西发抖，没人出来。王奶奶嚎了一阵，发现别墅区一片死寂，心里开始发慌。她不想离开别墅区，离开了吃什么喝什么，上哪儿找地方躲冷？林飞鹤一直跪在妈妈冰冷的遗体旁，握着妈妈僵硬的手。天光微亮，他听到卧室外有动静，才想起罪魁祸首还没处理，恨意压过悲伤。他冲进厨房，抓起菜刀，想劈了这个害死妈妈的老太婆。这时，隔壁的何大哥找上门：“小贺，冷静。”何征声音微沉：“你才多大年纪？为了这种人渣搭上自己后半辈子，值得吗？你妈妈在天之灵也绝不会愿意看到你这样做。”何征夺过菜刀：“何大哥，你放开我！”林飞鹤嘶吼挣扎：“杀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要是连这个仇都报不了，我还是人吗？你让我怎么冷静？”可他怎么挣都夺不回菜刀。何征看着缩在墙角、吓得面无人色的老太婆，沉声道：“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第一，报警，把他交给公安局处理；第二，立刻把他赶出别墅区，是死是活，看他自己的造化。”于是我才看到了刚才那一幕，把老太婆交给公安局。林飞鹤想都没想就否决了。现在气温骤降，公安局电话怕是早被打爆，等他们来太久，就算抓进去又能判多重，说不定还能混个温饱。老太婆一听急了，仗着有何征在撒泼打滚，不愿离开。林飞鹤双眼猩红，盯着他：“你不想走？呵，那正好，我也不想让你走。”老太婆一哆嗦，心里发毛，又不甘心就这么走。她抬起头尖叫：“让我走可以，把我这个月的工资结清，1分都不能少，那是我应得的。”你个老不死的畜生，你还有脸要工资？林飞鹤怒吼着要扑上去，何征拦住他，冷冷看向老太婆：“你要是不想走，那就留下，我也懒得再管这档子闲事。”说着做事把菜刀递回去。王奶奶吓得连连后退：“别给他，我走，我这就走。”他不敢再提前，慌慌张张往大门挪，可他刚迈出一步，身后就传来林飞鹤的声音：“站住！把你身上的大衣和羽绒服脱下来，再走。”王奶奶身体一僵，死死抓住身上那2件厚衣服，转过身哀求：“不能啊，这么冷的天，没有这衣服，我会冻死的。小贺，你不能这么狠心啊，看在我伺候你妈。”脱下来。
林飞鹤不想听，只用血红的眼睛盯着他。这2件衣服是昨天降温时他妈妈翻出来的，给他穿的。王奶奶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何铮，何铮垂着眼，只看着自己手里的菜刀，指腹摩挲着刀背，连眼皮都没抬。王奶奶心沉了下去，僵持片刻后，还是把那2件衣服脱了下来，狠狠扔在地上。韩印下钻进来，他控制不住发抖，牙关咯咯咯响，只能搓手哈气。他走出别墅，往大门去，冷意往脖颈和袖口里钻。他连打了3个喷嚏，鼻涕眼泪糊了一脸。他踉跄着消失在别墅区门口时，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满是怨毒。我站在2楼，把这场闹剧从头到尾看完，一边端着热可可小口抿着。这个结果在我预料之中。到现在，别墅区、江市，甚至全国的幸存者，恐怕还以为这场降温只是极端天气灾害，并不知道极寒就是末世的开端。大家心里还坚信天气会恢复正常，所以才守着法律的红线。那个男生再恨，也只是驱逐了老太婆，但我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那个跟在男生后面，让我本能警惕的男人身上。他寸头，小麦色皮肤，个子很高，穿了一身黑色冲锋衣，外面又套着黑色长款羽绒服。我带着戒备打量了几眼，正要移开目光，下一秒他却猛地抬头，视线穿透玻璃窗帘，精准抓住了床后的我。那双眼睛锐利无比，我呼吸一滞，心一沉，打了个颤。我刷眼拉上窗帘，隔绝了外面那道视线。我靠在墙上，心扑通扑通跳了很久。要不是极寒已经开始了，别墅区也没有其他空房子，我恨不得现在就搬走，离那个男人远点。我总觉得我稍不小心，空间的秘密就会暴露在他眼前。我深吸一口气，在心里一遍遍告诫自己，以后用空间一定要谨慎。半个小时后，我回到隔壁卧室，掀开窗帘看了一眼，那2个男人已经离开了。我把窗沿的温度计拿进来，冰冷的温度计冻得我指尖生疼。我低头看数字，零下45度，温度暂时稳定住了。这和上辈子一样，极寒降临后不是一下降到底，而是隔一段时间降一次。想到这里，我回到卧室，换了一套能外出的衣服，羊绒保暖衣，外面套中长款羽绒服。外面温度既然稳定了，就是我适应的最好时机。我裹紧羽绒服下到1楼，正准备开门，外面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我伸向门把手的指尖猛地一顿，浑身绷紧，瞧见反射从空间中拿出袖刀。我用平静的声音开口问道：“是谁？”门外传来一道带着疲惫的沙哑男声：“我是隔壁的林飞鹤，昨天晚上多亏你帮了我今天是来专程道谢的。”我听到声音，神经才松了一点，但还是警惕。我透过猫眼看了眼，确认门外只有他一个人，才打开门。他和昨天判若两人，脸色苍白，眼窝深陷，眼白里全是红血丝。我张了张嘴，最后什么都没说。林飞鹤手里拿着一个袋子，脚下还放着一个大纸箱，他把袋子递给我：“物归原主，昨天谢谢你愿意救我。”我接过袋子看了一眼，是昨天我扔下楼的破窗器和热水袋。他又指了指纸箱，说是准备的礼物，里面有腊肠、腊肉、牛肉干、大米、蔬菜水果和罐头。他又补了一句：“这些只是我的一点心意，不值什么钱。”我只是觉得现在外面的天气太诡异了，现在什么东西都不如食物。我看到腊肠、腊肉，眼睛一下就亮了。他又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个丝绒小盒子。我知道这些东西还是不够，不能报答你对我的救命之恩。等天气稳定了以后，我会再好好感谢你的。你放心，我林飞鹤说话算话。我伸手接过小盒子，看到里面2根黄腾腾的金条，神色也缓了些。他要走时，我忽然想到早上那个男人，我挤出一个和缓点的表情，开口道：“外面太冷了，进来喝口热水再走吧。”我侧身让开门。他本来想放下东西就走，但还是低声道了句谢，拎着纸箱跟我进了客厅。他在沙发上坐下，我把一杯热水推到他面前，他刚端起水杯，我就问：“对了，今天早上和你一起站在院子里的那个男人是谁啊？”他差点被呛到，咳了好一会儿才抬头看我：“你也看上他了？”这下换我被呛到，差点喷出来。他叹了口气：“何大哥他确实是个好人，没得说，他以前是消防队的指挥员，他是真正的大英雄。”他又说：“后来何大哥因为一次危险任务受了不轻的伤，这才不得不退役。”他看着我，认真又为难。但是何大哥他是有未婚妻的，听说还是家里长辈定下的娃娃亲，我能感觉到何大哥对他那位未婚妻感情很深。他又叹气：“所以你还是放弃吧，别难为自己。”我木着脸，额角直跳。不过我也听明白了，那个男人原来是消防员，是救火英雄，这个身份一下驱散了我心里的不安。送走林飞鹤以后，我先把那一箱子食物塞进空间，然后立马把2根金条拿出来，握在手心让空间吸收。我没忘记那3个木架，因为外部局限而无法再次升级。不过我猜测2个金条应该没办法带来太大变化。在金条消失后，我立马来到空间，果然还是那个粗犷的石头房，格局依旧是2室1厅，面积也没有扩大，唯一的变化就是地面。以前地面是泥土夯实的，现在变成了水泥地，但整个石头房只有一半的地面变成了水泥地，另一半依旧是泥土地。我忍不住吐槽了一句：“空间小气。”谁知下一秒，水泥地的面积就不断向外蔓延，直到整个房间的地面全部变成水泥地。我震惊地瞪大双眼，这也行？同一时间，另一栋别墅的何正看着，空空如也的双手，眼底全是无语。刚才林飞鹤提着一堆礼物来为昨晚探照灯的事情道谢。把人送走后，他把盒子打开，在看到里面金条的一瞬间就心道不好。果然，可能是他打开盒子的时候，指尖不小心触碰到了金条，前后不过几秒的功夫，金条就在他手里消失了个干净。何铮长叹一口气，
这一切还要从4天前开始说起。那一天下午，一直戴在自己脖颈的金锁突然开始发烫，自己也因为承受不了这股烫意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就发现金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只在小说里才会出现过的空间。虽然它够大够豪华，但也无法掩盖它只是一个卫生间的事实。更令他抓狂的是，只要是自己接触过的金子，就全会被他吸收得一干二净。可关键问题是，吸收过金子的卫生间并没有出现任何变化，原来是什么样，过后依旧是什么样。这一次林飞鹤送来的2根金条，想必也是被空间吸收了。要早知道对方送来的礼物这么贵重，他根本都不会收。相对于别墅区而言，其他地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本来江市作为南方城市，这么多年最低温度也就是零下10来度，更别提现在外界温度达到了零下45度，再加上那些居民楼建造的时候用的都是一般材料，内外温差也就是10度左右。昨天晚上短短时间内，将近100来度的温差，根本不是所有人都承受得起的。今天早上太阳升起，阳光洒在地面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感受到希望，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恐惧。每个小区附近，每一栋单元，每一层楼，都回荡着撕心裂肺的哭声和痛苦的哀嚎。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降温，为什么温度会降到如此低的地步，又为什么只是一场降温，却像死神挥舞着镰刀一样，带走了这么多条生命。有人不顾一切冲出家门，跪在地上哭着质问老天：老天爷啊，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天色微微亮，确定外面暂时没有危险后，政府下达的指令就立刻飞入各个单位。很快，救护车尖锐急促的警笛声响彻整个江市，一辆辆闪烁着蓝红光芒的救护车冲向城市的各个角落，车上的医护人员裹着厚厚的防寒服，面容满是凝重。除了救护车，还有许多军用车穿梭在江市各个街道。他们今天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搜寻并收敛街道上所有暴露在外的遇难者遗体。在缓缓经过一条街道时，一名年轻士兵目光突然凝固，在路边一家便利店的门前。队长，你看那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望了过去，只见便利店前直挺挺地矗立着一个男人，他一只手臂高高举起，手中紧紧攥着一块板砖，身体微微前倾，像是要将砖块砸向玻璃门。然而他整个人像凝住了一样。便利店的玻璃被砸出了蜘蛛网，可能再被撞击一次就能碎掉，但男人明显已经没有了力气。队长叹了口气，沉重地挥了挥手，声音沙哑地命令道：把人收敛了吧。车辆继续在死寂的城市中穿行，越来越多的遗体也暴露在小士兵们眼前，有的蜷缩在被封的墙角，身上覆盖着捡来的硬纸板和破旧衣物。即使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军人，此刻看到这种画面，胃里也忍不住阵阵翻涌。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守卫森严的首都中央秘密会议室内，气氛同样压抑。突然，一位头发花白、眼神锐利的领导用力敲着桌面，开口道：事实已经摆在眼前，昨夜发生的一切与那封匿名预言信上描述的第一阶段饥寒降临分毫不差。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把真相告诉人民，告诉他们末世已经来临。在这种大灾变面前，国家力量再强大也有限度，想要活下去，最重要的是自救。他的话音刚落，另一位身材微胖的领导立刻拍案而起，反驳道：荒谬！虽然这次降温确实诡异的史无前例，但这才仅仅过去一夜，你怎么就能断言以后不会恢复正常？你怎么就能确定这不是一次罕见的极端天气事件？末世降临这4个字一旦从官方渠道公布出去，你知道会引起多大的恐慌吗？我都可以预见会有多少人抢劫、暴乱、囤积居奇、自相残杀。到时候再想恢复秩序、重建社会信任，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流多少血，死多少人？这个责任谁负得起？双方各执一词。国家大领导最后拍了拍桌子，末日降临的消息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件事先放在一边，让研究院24小时不间断监测。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调动全国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尽最大努力挽救每一条可能幸存的生命，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我在院子里适应温度，外面没风，冷空气却像针一样钻进来，皮肤冻得发疼，手上戴着手套，手指还是慢慢僵硬麻木。我只是想适应，不想折磨自己，就赶紧回到别墅卧室，用准备好的热水泡了个澡。卧室温度低，但我有空间。石头房看着不怎么样，里面却像恒温房一样。泡了一会，寒意散了些，我用毛巾擦干，又抹了防冻伤的药膏。这一世我有条件要保护好自己，不想再像上辈子一样满身冻疮。泡澡剩下的水我没倒，放在石头房里，温度没掉那么快，一桶水能用2-3天。我没在空间多待，空间现在能让我待2个小时，当天用不完就作废。这也更让我想升级空间，再找些金子，时间肯定还能增长。但现在说这些还早，事情得一步一步来。穿好衣服后，我从空间取出2个电饭煲，一个是我从出租屋带出来的，另一个是赠品。我把电饭煲插上蓄电池，开始蒸米。米饭蒸好后，我没放进容器，直接放进提前空出的木架储物格。我研究过，直接放更划算，10斤熟米饭才算1份，一个储物格能存50份，得500斤熟米饭才塞满，米饭香味慢慢散开。我蒸完一锅，接着第2锅，想趁这段时间把接下来2-3年吃的米饭都蒸出来。现在极寒刚降临，家家户户都有存粮，就算停电，别墅区也有办法吃口热的，所以我准备饭菜不会引人注意。第5、6锅将要出锅时，外面突然有广播，让所有业主去物业领取物资。我先把米饭存进木架储物格，换好衣服出了门，领物资这事我不意外。上一世政府也发过物资，更别提这一世我送出了那封预言信。我到物业时，大厅已经站了不少人，大家都裹得严严实实，只露着眼睛。等了10来分钟，人到得差不多后，物业开始分发物资。这些物资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亲自送来，
天气突变，人手紧张，政府用上了无人机。我来得晚，队伍不靠前，就慢慢往前挪。半小时后，终于轮到我。我接过物资，正准备离开，身边传来质问：“哎，不对啊，为什么这个小姑娘只是一个人，却和我们一家4口领取的物资是一样多啊？”开口的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身边还跟着丈夫和2个女儿。她这话一出，所有人的视线瞬间转到了我身上。领取物资的时候，必须要持本人身份证，亲自到场。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一户有几人，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有人疑惑道：“这个小姑娘是我们校区的人吗？我以前倒是从来没见过。”这下不满的人更多了。对啊，她该不会是因为物资混进来的吧？我眉心微蹙。说实话，我并不缺这份物资，但想要完美隐藏在幸存者中，就必须和其他人一样。如果别人都领物资，我却一直藏在家里，那不明摆着告诉其他人我是大户吗？我也无意与和其他业主发生争执，有那时间，还不如回家多蒸几锅米饭。不过就在我刚要开口时，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男声：“这个女生就住我隔壁，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她当然有资格领取物资。”开口的正是林飞鹤，物业也连忙解释：“这个小伙子说的没错，人家确实是咱们别墅区的业主。我们是不会放无关人员进来的。”最开始说话的那个女人还是有些不满，那这分配物资的方法也太不科学了。她一个人领1份，我们一家4口也是1份，这怎么够用吗？其他业主也纷纷开口附和，甚至前面一些已经领过物资准备离开的业主，这时候也返了回来。物业的工作人员连忙维护秩序，生怕有人急红了眼，一哄而上把剩下的物资包抢走。眼看着事态逐渐失控的时候，一声尖锐刺耳的声音突然在每个人的耳膜边炸开。只见何征面无表情地站在高处，用力拍了拍手中的扩音喇叭，他这才举起喇叭，声音通过扩音器清晰地传开：“都冷静点，你们不满，无非是觉得物资包分配不公。”他的目光扫过众人的脸，可你们都没有打开过自己手里的物资包，怎么就能确定物资分配不公平？这句话瞬间把所有业主脱口而出的斥责噎了回去，大家皱着眉打开自己刚刚领到的物资包，包括一开始提出不满的那个女人。这时大家才发现，每个人的物资包都不一样，救援包分了好几种不同的规格，里面的物资是一样的，只不过数量不同。女人看着手里的物资包，又瞟了一眼我旁边的物资包，有些不自在地清了清嗓子：“真是的，规格不一样，物业也不提前解释一句，我们要是早知道，又怎么会闹嘛？”说完后，她带着女儿和丈夫急匆匆转身离开，一场闹剧就这么被化解了。我看了一眼何征，脸上倒是没什么表情，只是可能是知道了对方的职业，又经历了刚才的一切，我对他的抵触倒是消散了不少。至少，如果有一天必须找人合作的话，何征倒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回到家，我把物资包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听物业说，这里面装的是1个月的救援物资，10块压缩饼干，20包方便面，1个医药包，10份生石灰粉做的自热包，除此以外，还有一大包暖宝宝。我数了一下，刚刚好30片，把物资塞进空间。我开始继续蒸米饭，在等待的时候，我一边看着菜谱，一边开始配菜。我准备先从最简单的菜开始，我先尝试着做了1小份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尝了一口，除了盐放多了有点咸，其他一切都很完美。等我感觉自己的胳膊酸得不行，都没办法抬起来的时候，才意识到时间已经不早，外面的天色早已漆黑一片，而挂在墙上钟表的时针也停在了数字2上。我连忙简单洗漱了一下，换上睡衣，钻进被窝里，沉沉睡了过去。早上6点，我只睡了4个小时，就突然睁开眼。卧室温度不高，可我额头全是汗，后背的睡衣也被冷汗打湿，粘在身上。过了5分钟，我才从噩梦里缓过来。今天是极寒降临的第2天，按上一辈子的经验，接下来1个月都不会降温。但我还是不安，第一天温度就比上一次低了17度。我昨晚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梦里我像回到上一世，我没有死在极热中，也没有重生，没有金手指，一切都只是梦。我抽了张洗脸巾，用热水打湿擦了擦脸，又拿着温度计去隔壁卧室。等待的时候，我又眼皮一直跳。5分钟后，我看着温度计上零下46度，心一下沉到底，只差1度，却说明这一世跟上一辈子不一样了。我那点经验还能不能用？我像被一只手攥紧，几乎喘不上气，但我很快逼自己稳住。上一辈子我什么都没有，还被那群吸血鬼算计卖给变态，那时候我都能反杀，活到极热。这一次我有空间，有提前准备的物资，我不信我会比上一世差。同样发现温度变化的还有政府研究院，监测到温度降低，第一时间通知上级。江市政府会议室里，领导们拧着眉头，他们得想办法让全市群众尽可能扛过极寒，最后讨论出一致意见，先把江市各区县群众转移到市区，人多会拥挤，犯罪率也可能上升，但都能解决。最重要的是能提高救援速度，没人知道温度还会降多少，以什么速度下降，所以行动要快。政府也安排工作人员紧急修复电力设备，务必让电力坚持更久，有电才能带动取暖设备，也能让群众心情平复。电是在早上10点恢复的，群众也收到了政府短信，分区域分时间段供电。我住的别墅区用电时间是上午10点到12点，来电第一时间。我赶紧把充电宝和蓄电池都充上电，空调和地暖也开起来，让家里温度尽量升高。我提前下载了不少电影电视剧，对网络需求不大，但其他人不一样，大家手机一开机就去刷各个 app， 想知道外界变化，也想确认亲友是否安全。网络没完全断，但网速差的离谱，加载一张图都要等很久，可没人嫌弃。这是他们联系外界的唯一渠道。政府发放物资，修复电力设备，让很多人不安的心慢慢安稳下来。还有公司用短信通知职员居家工作，有人裹着被子发抖，一边骂老板。而我今天继续在家准备口粮。昨天番茄炒蛋成功给了我信心，我开始做辣椒炒肉。
五花肉煸炒到金黄微焦，再炒蒜片、豆豉，倒入辣椒段，香味一出来，我就盛了碗米饭吃了一顿。这时我还没意识到，我马上就要和那群吸血鬼家人见面。接下来1个星期，我每天早上6点测温度，温度依旧以每天1度的速度下降，极寒降临第10天，温度到了零下54度。这段时间，我除了准备口粮，还会每天到院子里待1-2个小时，适应温度。有时我会碰到同样出门的林飞鹤和何铮，林飞鹤会跟我打招呼，何铮一直像块不会说话的木头。这一天，我刚出门还没5分钟，不远处突然有人叫住了我，我眉心蹙起，带着疏离和警惕，看向走近的何铮与林飞鹤。冷空气里，我呼出的白气凝着。我问：有事？林飞鹤有些局促，看向何铮。小李姐，这个让何大哥给你解释吧，他说的更清楚。我看向何铮，发生什么了？何铮上前半步，压低声音：我刚收到以前战友送来的消息。这段时间，政府一直在紧急转移，周边区县的群众大量人口一下子涌入江市，住房压力会非常巨大。他又说，即使政府已经征用了所有能找到的空置房屋、酒店、公共设施，但缺口仍然太大，势必会有一大批人无处安置。我瞬间明白他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政府可能会强制安排那些无处可去的人住进我们这些有房人的家里？何铮脸色凝重，点头。他说，是的，这是目前看来最快速也最有效的解决方案。现在的极端低温，想临时搭建大量能抵御严寒的安置房根本不现实。我抿着唇，这对我不是好消息。我身上的秘密太多，根本没办法和其他人合住。谁知道搬进来的到底是人是鬼？沉默了几秒，我抬起头看着何铮。所以你想怎么做？何铮直接说，如果这件事无法避免，我们3个不如主动合住到一栋别墅里。我有些抗拒。如果我们3个搬到一处，政府依旧安排陌生人进来。何铮说，那以我们3个的人数也足以压制对方。林飞鹤也说，对啊，小李姐，咱们3个人住在一起，万一真遇到了什么事儿，互相也有个照应。我没直接答应，只说让我考虑一下。回到家，我也想不出好办法，干脆拿出2个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开始力量训练。我本以为还能考虑几天，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出了事。来找麻烦的还是个老熟人。这一切还要从前几天说起。被赶出别墅的王老太婆没冻死，反而被搜救队发现，送进政府临时征用体育馆设立的救援点。她挤在大通铺上，每日只能领到定额食物，可她心里没有半分感激，反而怨毒地想，为什么不让他们住回原来的好房子？她也更恨林飞鹤。要不是他赶他出来，他不会和一群人住在一起。前几天，政府开始把周边区县群众往江市主城区转移，有亲戚朋友投靠的，可以自行离开救援点；没有依靠的，只能继续等统一安置。王老太婆竟在人群里找到了儿子。她当初为了在别墅区找工作，谎称丈夫和儿子都死了。实际上，她儿子王浩一直活着，是个游手好闲的社会混子，平时基本不回家。这次在救援点重逢，王老太婆扑上去抱着儿子哭诉，添油加醋说自己如何被有钱雇主欺凌，如何被赶出家门。王浩看着亲妈，脸上是不耐烦，眼底更是嫌弃。他本想甩开麻烦，但王老太婆不断提到别墅区的奢华，还有那堆满食物的大仓库时，王浩的眼睛亮了。他换了关切的脸，开始盘问别墅区的情况。王老太婆更是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王浩带着这些情报回到他那群兄弟中间，描绘了别墅区的负数和房位空虚。这群人一听就激动起来。出发前，他们还说是替老太太讨回公道，拿回应得的赔偿。至于失败的下场，他们不会想到，半夜12点，零下55度，别墅区死寂一片。王浩带着10几个人贴满暖宝宝，半夜10点出发，挪到大门口时都冻得发抖。王浩哆嗦着问亲妈：“妈，你确定？那别墅里就那臭小子一个人？”放年2餐，放心，就他一个，死绝户。不止他，隔壁那2栋也都是独居，一栋住着个瘦得跟竹竿似的小丫头片子，风一吹就倒；另一栋是住着个退伍的消防兵，但你们人多，堆也堆死他了。刀疤张咧嘴笑了，一挥手，10几个手下拿着撬棍、砍刀、钢管摸向别墅区，大门锁死也挡不住他们。一节小铁丝就开了雕花铁门。我因为白天何铮的话睡不着，爬起来准备口粮，做起了寿司。正卷着时，一道强光从窗帘缝里射进来，我手一停，把案板上的寿司和工具都收进空间，去了隔壁卧室。从窗帘缝往外看，外面有人影，没怎么遮掩，还在互相说话。我拿出高倍望远镜看过去，一共18个人。扫到那张刻薄的老脸，我手指收紧。王老太婆不用多想，她是带人来报仇的。先是林飞鹤的别墅，我估计也在名单上，毕竟那天我把他踹了个狗吃屎。人越来越近，我从空间里掏出扩音喇叭，喇叭是赠品，塑料感很重，但在这种安静的寒夜里够用了。我闪身进空间，对着喇叭录下几遍警告，又悄悄爬上3层阁楼，把喇叭用绳子挂在屋顶尖角下。下一秒，刺耳的电子音划破夜空。所有业主请注意，有坏人摸进了小区。所有业主请注意，有坏人摸进了小区。喇叭一响，混混们吓得一乱，好几个想掉头跑。慌个锤子，跑什么跑？别墅不想要了，暖和大房子不想要了，顿顿饱饭不想要了。我知道，一定是那个死丫头搞的鬼。别怕，她就是个没用的纸老虎，家里连个带把的都没有，能翻出什么浪？
老大，得赶紧把那破喇叭弄哑了，不能再让它这么叫下去。老子他妈不知道吗？他抬头盯着阁楼高处的喇叭轮廓，恨得牙痒痒。那喇叭挂得太高，他们又没长翅膀，怎么上去砸烂？刺耳的玩具喇叭声划破寒夜。何征那边很快有了动静，他没睡死，取出复合弓冲进厨房，哗啦几声把盘子碗碟摔碎，捡了边缘锋利的碎瓷片。金属剑使太狠，瓷片就不一样。他戴上手套，推开窗缝，冷风灌进来。他把三角瓷片搭上弓弦，透过瞄准器锁定一个正想用石头砸我阁楼喇叭的黄毛。咻，瓷片飞出去。啊！黄毛捂住左眼下方，血从指缝涌出来。白瓷片扎在他脸上，他刚想拔，咻！第二块瓷片又到，嵌进他额头，只露一点白边。旁边几个混混也吓得尖叫。妈了个巴子，就他娘的2块破瓷片，豪丧呢！都给老子打起精神！可很快又有人捂着脸惨叫，接着王浩更惨，瓷片划过他眼球。啊！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啊！他捂着左眼在雪地里翻滚抽搐，其他人更慌了。躲起来，快，躲到那栋别墅的围墙下面去。一群人连滚带爬，缩到我家大门围墙根下。王老太婆看着王浩疼得打滚，转头凑到刀疤章旁边，出手的就是那个姓何的消防员。他仗着躲在屋里才这么嚣张，真面对面干起来，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一个？我们不如先集中人手，把他那栋别墅端了，剩下的那一男一女还不是砧板上的肉。刀疤章招呼手下，走，我们紧靠着围墙走，先把那个别墅拿下。所有人有帽子的把帽子扣紧，没有的就用围巾围住脑袋。这些话我在3楼阁楼窗缝后听得清清楚楚，我心里一动，从空间拿出刚灌好的小水球，里面是我昨天剩的洗澡水。水放在空间里，温度散得慢，我还在箱子旁放了4个小太阳。我站在窗边，透过缝隙看围墙下晃动的人影，深吸一口气，瞄准下方，用力掷出第一个水球，啪叽！距离有点远，他们又躲在墙檐下，不一定次次都中，但没关系，我的洗澡水够多，小气球也多。啊，什么东西？水怎么是热的？下面传来低呼，我嘴角扯了扯，接着手臂扬起，落下，不停往外扔，啪啪，哎呦！草，怎么这么多水？隔壁别墅里，林飞鹤也被喇叭惊醒，躲在窗帘后看见我这么干，翻出水枪灌满水，又回到窗前。他试了一下，水枪喷出去是直线，被围墙挡得严实。他低骂一声，眼中戾气一闪，妈的！他套上最后的羽绒服，抓起灌满冰水的水枪，拉开门冲下楼。他冲到自家院门口，正好和那群被水球砸得狼狈的劫匪撞了个正脸。月光下，他一眼就看到了人群里那个佝偻的身影，王老太婆。林飞鹤眼睛瞬间充血，老畜生，我草你祖宗！他嘶吼着举起水枪，您对着他们一顿滋，水枪很快见底。他又迅速跑回别墅，在出来的时候，那一帮劫匪都看到了他手里的那一盆水。时间转回到3分钟前，刀疤章他们起初没把从天而降的水球当回事，第一个水球砸在身上，温热的液体让他们在寒夜里生出错觉。刀疤章咧开冻得发紫的嘴唇，对身边小弟低语：“那娘们儿还挺贴心，知道老子冷，给送热水来了。等会儿拿下别墅，留他一条命次。”老子也不是不行，可下一秒，痛意从脸上、头上被温水溅到的地方炸开，所有人都发出嚎叫，脸皮被冻成冰晶撕开细小伤口，棉衣吸了水后冻成冰甲，贴在皮肤上，呼吸都像在撕裂，血沫刚渗出就冻成红色冰晶，疼痛和体温流失让他们感到死亡。走，快走，别他妈停在这儿等死！刀疤章嘶吼，他盯上林飞鹤那栋别墅的雕花大门，滋啦！下一秒，一道冰冷的水柱从门后激射而出，把他们浇了个透心凉。刚被温水浇过的地方又被冷水冲刷。刀疤章忍着痛，把一个哀嚎的小弟拽到身前当肉盾。开锁！快他妈给老子把门打开！会开锁的小弟哆嗦着，举起冻得青紫的手，伸向门锁，可他还没碰到锁眼，哗啦一声，又一盆冷水从门内泼出，浇在最前面的几个小弟身上。刀疤章把人往前推挡着，让开锁的小弟继续。可那小弟还没摸到门，迎面又是一盆水，最前面的几个小弟皮肤冻伤成紫黑色，遇到冷水，那层皮肉像是墙皮一样从鲜红的肌肉上脱落，夜里惨叫不断。所有业主都听到了我的警报喇叭，但为了安全，无人敢先出头，直到这连绵不绝的惨嚎声传来，他们明白机会来了。一些胆大的业主拿着棒球棍、高尔夫球杆、凳子腿冲出家门，离得最近的我、林飞鹤、何征最先赶到。我看着雪地上翻滚哀嚎、已经不成人形的劫匪，抬头望了一眼夜，老天作证，我有空间武器库，已经算克制，政府还在运转，秩序没完全崩坏。我不想因为防卫过当被请去喝茶，可旁边的林飞鹤杀红了眼，也学着我用了水攻。温水和冷水的打击下，这帮人扛不住。何征皱着眉，捏了捏发胀的眉心，听着地上有气无力的呻吟，盘算明天怎么和警方交代。其他业主气喘吁吁冲过来，看到这一幕，似乎来晚了点。他们拿棍子挨个捅了捅地上蜷缩呻吟的劫匪。就在大家以为劫匪都没行动力，开始低声讨论怎么把他们捆起来，等天亮交给警察时，一变陡升，几个装死的劫匪猛地弹起，朝别墅区大门亡命狂奔，其中就有刀疤章。他一直拿小弟当挡箭牌，伤势相对轻，此刻只想着逃。
我和何铮几乎同时发现，但何铮更快，他身形窜出，一个扫堂腿，把跑在最后的劫匪踹翻。直到这时，我才抄起棒球棍，拔腿要追。可我刚冲出2步，就感觉胳膊被突然一扯，我心头一紧，皱眉回头，拉住我的是上次在物业大厅领物资时那个抱怨分配不公、嗓门很大的女人。我以为她又要找茬，不耐烦道：“你拽我干什么？这帮劫匪不能放跑一个。”他却一把把我扯到身后，掂了掂手里沉甸甸的凳腿，就你这小细胳膊小细腿的追上去，再让人给撂倒了怎么办？回家待着去，老娘去追。话音未落，他挥着凳腿跟着何铮冲了出去，其他业主也追了上去。大家都明白，敢拿着武器抢劫别墅区的不能放跑。刀疤章和手下在前面连滚带爬，后面一群业主举着武器追，他们本就受了重伤，又在极寒里耗了体力，没跑到大门就被业主们按在冰冷的地上。何铮一把薅住刀疤章沾着血污冰碴的头发，要把他提起来压回去。刀疤章却惨嚎着挣扎。何铮低头一看，刀疤章整个右脸皮肉和冻结的地面粘在一起，被拽起时硬生生撕掉了一大片，他的脚也被踩踏的血肉模糊。我被那女人一拦，就没再去追。我和林飞鹤留在原地看守倒在地上这一堆失去行动能力的劫匪。那些身强力壮的劫匪个个气息奄奄，反倒是年纪最大的王老太婆还生龙活虎，她死死抱着地上进气多出气少的王浩嚎哭。林飞鹤踱到母子身边，居高临下看着他。我记得你当初来应聘保姆的时候，可是口口声声说你儿子死了。他俯身带着笑，一字一句问：现在你说你儿子算不算是被你克死的？王老太婆死死盯着我和林飞鹤，恨不得把我们生吞活剥。他想扑上来，可看到儿子快不行了，又把恶气咽了回去。他急出可怜样，先对着林飞鹤开嚎：小鹤啊，小鹤，你看在我辛辛苦苦伺候你和你妈那么多年的份上，行行好，给我儿子上点药吧。我知道你家里有药的，求你了，求求你了。说完又转向我：小姑娘，小姑娘，那天是我不对，是我嘴贱，我该死，我给你磕头都行。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这老婆子计较。都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你们可不能见死不救，不能不管我儿子啊。我冷眼看着，一声没吭。这个老太婆不能再留了。旁边林飞鹤一听他还敢提他妈，直接炸了。你他妈还有脸提我妈？他吼道：要不是你那天把门从里头锁死，我妈能去世？他抄起棍子朝地上的王浩狠狠砸下去，砰！王浩浑身抽搐了一下，当即嘎巴一下就不知是死还是晕了过去。啊，我的儿子啊！王老太婆彻底疯了，张牙舞爪朝林飞鹤扑过去。我眯了眯眼，抬脚把地上一根棍子踢到他脚底下。哎呦！他一脚踩上去，瞬间失去平衡，扑通一声摔了个狗啃泥，隐约还能听见咔嚓的骨裂声。他脑袋又狠狠撞在旁边一块凸起的砖头尖上，破了个大口子，血糊了半张脸。他喉咙里只剩呵呵的声音，摊着抽搐。上辈子我在末世里心早就硬了，更何况这结果本就是我想要的。我不会去救这种毒蛇。在我冷眼旁观，林飞鹤默然注视下，他胸膛起伏越来越小，最后没了动静。这时追出去的业主们也押着劫匪回来了，有人皱眉看着地上的尸体和血腥味，心里发毛。但大家也清楚，这帮劫匪没一个好东西。有个业主犹豫着指着尸体：咦，这老太婆看着有点眼熟啊，好像是咱们别墅区里的人。没错，她以前是我家的保姆。接着他把王老太婆怎么故意把她锁在门外，害得他妈没能及时用药，最终病逝的事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一遍。听完后，业主们脸上那点怜悯没了。操，原来是这么个白眼狼，活该！有人低声骂，大家互相看看，眼神里只剩鄙夷。这种人死了才干净。最后所有业主商量后一致决定，把这帮劫匪全捆结实，先关在物业大厅那个空屋子里，等天亮了再交给警察。别墅区平时邻里关系淡，今晚这么一遭，气氛倒热络起来。有人抱怨：哎，你们说这天气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在家裹着3层被子，都被冻得不行，感觉骨头缝里都结冰碴子了。戴眼镜的男人压低声音：都扛着点吧，我跟你们透个风。我有个外甥在国家研究院工作，他说这场寒流邪乎得很，有机会就多囤点吃的喝的，省着点用。有人惊呼：真的假的？有这么严重？另一个业主接了句：嘿，零下50多度了都，跟世界末日有什么区别？现在出门撒泡尿都能立马冻成冰棍。我默默跟在人群后面，听着这些议论，心里叹了口气。上一世极寒足足肆虐了6个月，可这辈子温度已经出现变化，极寒会持续多久，我也无法预测。况且极寒过后就是极热。正想着，耳边忽然传来声音，我回头，是刚才混乱中一把将我扯到身后的大姐。她表情严肃，又有点尴尬。那个，上次在物业领物资那事儿，是我对不起你。我想到刚才她下意识护我的动作，心里那点芥蒂早散了，摆摆手。那事儿在我心里早就翻篇了。女人明显松了口气，咧嘴一笑。那就好，我叫孙宇。以后要是遇到什么难处，尽管来18洞找我，我可是国家武术1级运动员，动起手来不比那些臭男人差。我一听眼睛亮了，您好眼开口道：孙姐，那我就先提前谢谢你了。孙宇笑了笑：不用客气。
家里还有老公孩子等着呢，我得赶紧回去了。说完就消失在夜色里。我正盘算着给孙宇带什么礼物好，身后又传来脚步声。何铮问：上次我提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林飞鹤也凑过来。是啊，小李姐，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跟何大哥一起住，你也来吧。你看今晚多危险，要是咱们住一起，互相有个照应，肯定安全得多。他又补充：小李姐，你放心，到时候卧室你先挑，我和何大哥都是有边界感的人，绝对不会影响你。等以后这鬼天气过去了，一切恢复正常了，我们再分开就行。我看了二人一眼，如果能选，我真不想跟人合住。沉默了几秒，我还是没立刻答应。这事儿让我再想想吧，政府那边动作应该也没那么快，耽误不了什么。回到家，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眼下就两条路：第一，硬扛着自己住，等政府哪天塞几个陌生人进来；第二，听何铮的，选择合住。上次去物业领物资，我留心观察过，像我这样独自一人的住户，除了我自己，好像就只有何铮和林飞鹤。真要合住，跟他们俩搭伙，几乎是最优解。今晚对付劫匪也看得出来，他们不是拖后腿的人。想到这里，我还是下定了决心。还有一点，就是那群吸血鬼家人，万一政府分配住房时查到我住在别墅区，直接把他们安排过来，怎么办？与其被动等麻烦，不如主动选两个还算靠谱的伙伴。主意一定，我立刻从床上弹起来。合住就意味着私人空间缩水，很多东西得提前准备，我得把那些放在外面，用来掩人耳目的表面物资整理好，还得趁现在多囤点现成的热食。说干就干，我翻出囤好的菜谱和食材，开始忙活。照烧肥牛饭，把肥牛片和蔬菜煮熟，加照烧汁咕嘟几下，往米饭上一浇。麻辣烫也简单，火锅底料加水煮开，把肥牛卷、午餐肉、丸子、青菜、土豆片倒进去煮透，最后浇上麻酱出锅。咖喱土豆鸡肉饭，食材炒到变色，加开水煮熟，再加叉粒块煮到浓稠。我还慢火煨了一锅番茄排骨汤，出锅前撒一点点盐。为了多准备些吃的，我在厨房里忙活了一整夜，1分钟都没合眼，怕香味飘出去惹麻烦。我把烧烤炉内的木炭都熄了，连隔壁卧室的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我知道，一旦开始合住，像这样能安心准备饭菜的机会，恐怕就再难有了。早上，我照例去隔壁卧室测量温度，5分钟后，温度计停在零下56度。我回到卧室，把做好的饭菜收进空间，确认妥当后，把自己裹严实，推开家门，扑面寒气冻麻了脸。我捂紧围巾，快步去找何铮。我敲门，门开了，何铮站在门口，挑眉侧身让开。有事，进来说。我站在台阶下摇头，呼出的气成了白雾。不用了，我就是想问问，如果咱们3个合住的话，是住哪一栋别墅？何铮说：我和小贺商量过，建议都搬到他那边去。我们两家的别墅，保暖性和安全性都只能算基础，但小贺那栋不同，密封性和坚固性都远超我们这里。他那边碎掉的落地窗你也不用担心，我可以把我房子里的拆下来装过去。综合下来，他那里是最优选择。我点头，行，我没问题。不过能再给我2天时间收拾整理行李吗？需要点时间规制。何铮问。需要我和小贺过去帮忙吗？我说暂时不用，东西有点琐碎，我自己先整理。需要帮忙的时候会开口的。说完我就转身离开。回到家，我把锅碗瓢盆从空间里挪出来，继续埋头干。这2天我得尽可能多准备食物，至少够吃半年。2天后我准备得差不多，终于要搬家了。我这2天连轴转，黑眼圈很重，好在之前囤了大量罐头和料理包，加上存下的外卖，精打细算也能撑一阵。除此之外，放在外面用来掩人耳目的物资我也都备好，保暖衣、羽绒服、防寒服、厚被子、褥子、电热毯、烧烤架、小太阳。放在外面的食物，我挑了些不容易坏的，大米、白面、挂面、方便面、自热小火锅、自热米饭、速冻水饺、馄饨，还有巧克力、小糖果、酒水、脱水蔬菜，林飞鹤给我的熏肉腊肠，还有我从空间里翻出来的牛肉干。尽管我控制数量，但加起来还是堆了一堆。刚把最后一件东西归置好，门口就响起敲门声。我开门，林飞鹤站在前面，脸上带着笑。小李姐，收拾好了吗？我和何大哥来帮你搬东西。我点点头，我都收拾好了，麻烦你们来帮忙了。林飞鹤摆摆手，不辛苦不辛苦。何铮话少，弯腰拎起2个最大的行李包，转身往外走。我们搬家的动静引来邻居出来询问，我只淡淡说，人多点更安全些。邻居们听了都表示理解。我知道按以后的事态发展，我租下的那栋别墅10有8九回不去了。临走前，我一点没客气，能薅走的羊毛绝不手软。最要紧的就是别墅自带的那个大块头发电机，里面还存着油呢。这东西在末世就是命根子，必须带走。还有那2张床垫，我也卷吧卷吧塞进了空间。接着就是桌椅板凳，各种实木家具，这些都是好东西。等以后燃料紧张了，劈开当柴火烧，能顶大用。我像只勤劳的小松鼠，使劲儿往那个神奇的空间里塞，直到空间实在塞不下了，才留下了一些边角料。至于以后搬进去的人怎么过，那就不关我的事了。说起来，我还白付了3个月房租呢。看着我的举动，林飞鹤和何铮也没说什么。东西终于全搬完了，正好也到了午饭的点儿。我为了感谢他俩帮忙，从自己明面的物资里拿出了3盒自热火锅、1包脱水蔬菜干，还有2盒肥牛卷，招呼道：辛苦你们了，中午我请客。何铮皱眉，省着点吧，这温度什么时候能正常还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这些东西
你自己留着慢慢吃。林飞鹤眼神心疼，小李姐，原来你在家就吃这些啊？早知道你存货不多，上次我就该多给你搬点吃的过去。他挠挠头，不过今天好歹是咱们3个合住的第一天，是该庆祝一下，这顿我请了。小李姐，你快把东西收回去，我家里吃的管够。林飞鹤带着我和何铮去参观了他的地下仓库，推开门，我看着100多平米的空间，货架上堆得满满当当，一时有点说不出话。他看我这样，还点头保证。放心了，小李姐，我又不傻，你和何大哥都救过我的命，是我信得过的人，换了别人门儿都没有。但我还是把刚才拿出来的食物都摆在了桌上。我的东西暂时还够吃，你们要是不收，那就是看不起我。我语气认真。何铮看了看桌上的东西，开口道：江离说的对，这样吧，这顿饭我们3个都出点东西，凑一块吃。林飞鹤只好点头。行吧行吧，听你们的。准备饭菜的时候，林飞鹤贡献了一个大功率的电磁炉，我搬出了自己的蓄电池，给电磁炉供电。何铮系上围裙，拿起锅铲，动作熟练利落。没过多久，何铮把1盘土豆炖排骨、1碟清炒时蔬，还有1大盆麻辣烫端上桌时，我和林飞鹤的眼睛都直了。林飞鹤夹了一块土豆塞进嘴里，差点哭出来。何大哥，你做饭也太好吃了吧，你都不知道我前2天过的什么日子。何铮看着林天鹤一直挑着素菜吃，于是劝道：现在温度太低，多吃点肉，不然扛不住。你妈妈在天上肯定也会理解的。我没参与他们的对话，吃的头也不抬。这顿饭我也贡献了食材，不吃岂不是亏得慌？午饭刚吃到一半，我们3人的手机像是约好了一样，同时响起了短信提示音。我放下筷子，拿起手机解锁，以为是政府又发了什么降温预警，结果点开一看，竟然是一条彩信。图片加载出来的瞬间，一股血腥气仿佛隔着屏幕扑面而来。前2天摸进别墅区抢劫的那帮劫匪被集体枪决的现场，画面清晰的吓人，溅落在地上的暗红血滴，迸裂开的灰白脑浆，还有那些劫匪临死前的眼睛，让我胃里一阵翻腾。5分钟后，第2条短信来了：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我们沉痛地告知大家，根据最新监测，极端低温天气仍将持续，并可能进一步下降，请全体市民务必做好最充分的防寒保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为保障广大市民的基本生活物资供应，我市紧急设立了以下10个物资采购点，将于明日上午8点准时开放。市民朋友可凭有效身份证件自行前往采购生活必需品。采购点地址如下：地址1、地址2、地址10。重要提示：目前采购点仅接受现金或黄金交易，暂不支持任何电子支付方式，请市民朋友们提前做好准备。